秀儿，是你吗？唐卓云睁开眼睛，只觉得眼冒金星，双膝火辣辣的疼。看着面前神色焦急的丫鬟，试探着喊了一声。她22世纪的名医，刚通宵做完2台手术，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滚下台阶。原本以为是大型社死现场，没想到却是穿越现场。头脑中立刻涌入了许多并不属于她的记忆。她叫唐竹云，20岁，大理寺清堂名藩之女，京城中赫赫有名的恨嫁女花痴。姑娘，您没事吧？吓死奴婢了。完了，是真的穿越了。来不及感慨，唐竹云只想拔腿就跑。屋里床上正躺着一个不省人事的男人，也是他的目标晋王。唐竹云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把这位爷给放倒了，现在进入了爬床阶段。走，快走！没多看一眼床上英俊的男人，揣好荷包，拉着秀儿就往外跑。不是，姑娘，您不是晋王就在那里啊？让你走你就走。姑娘，您不反悔了？秀儿不确定地问。您不是要睡晋王吗？我嫌命长啊，我想睡，不能去睡小官吗？可是您去之前，因为我没钱被赶出来了。秀儿小声的道。小官要钱？睡小官要钱，睡晋王要命啊！你再啰嗦，我就自己走了。前身是脑子进水了，才想着去算计一个亲王，成不成那都是不死也脱半层皮啊。主仆2人刚慌慌张张走到院子里，忽然听到门外上锁的声音。不好，有人算计咱们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唐竹云瞥了一眼秀儿。你想攀附晋王吗？你要有这心思，我就成全你。啊，奴婢不想，奴婢不想。秀儿吓坏了。唐竹云又看了一眼围墙，心一横。走，咱们爬墙去。唐竹云这下站得高看得远，以大长公主为首的一群贵人们正被丫鬟带着往这边走。大长公主她老人家的脸色铁青，唐竹云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下完了，被人瓮中捉鳖，跑都跑不掉了。放我下来。唐竹云磨着后槽牙道，就算形势再坏，也得垂死挣扎，不能束手就擒。就在这里。门被打开，簇拥着大长公主而来的一众人便看到唐竹云正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，主仆2人悠然自在，似乎在这里歇息。唐竹云装得气定神闲，实则慌得一批。他假装惊讶，随即站起身来行礼。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大家都来了。哦，公主府太大了，我迷了路，索性带丫鬟来这里歇歇。这里是禁地，不让待吗？那对不住了。秀儿，咱们走。脚底抹油，先溜为妙。站住！贼眉鼠眼，成何体统？怎么还骂人了？谁是贼啊？我偷什么了我？你的好侄子我也没动啊，现在在里面好好躺着呢。当然，这些话唐竹云只能在心里说。他现在的目光落在大长公主身边的女子身上。她叫阮安若，大理寺少卿阮行之的女儿，一直和唐竹云交好。阮安若故作惊讶的道：竹云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唐竹云略一回想阮安若做过的那些事情，就知道这是一朵盛世白莲。今日的事情闹成这样，多半也是他挑拨设计的。安若，你不是说今天一直陪着我吗？怎么又把我丢下了？阮安若红了脸。我只是去给大长公主请安，转身就不见你了。竹云，你见到晋王爷了吗？现在到处都找不到他。呵呵，真好朋友，急着插他2刀。啊，晋王爷是谁啊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位王爷啊？可是你之前分明说过要跟着晋王爷。云儿，别闹了，王爷身份尊贵，闹大了唐大人也为难呢。
你现在就承认吧，大长公主殿下会网开一面的。真是感动的涕泪纵横。安若既然一口一个靖王爷，和他这么亲密，那你一定知道他的去向了。我没有，朱云，你不能这般说话。阮安若红了眼圈。都够了，进去看看靖王在不在。姑母，我在此。带着磁性的低沉声音响起。王爷，您怎么跟朱云在这里呢？阮安若惊呼一声。你一定要把屎盆子扣到王爷头上吗？靖王身后走出一个侍卫模样的人，屎盆子却松了口气。靖王带着侍卫，他带着丫鬟，怎么说也不是私会了。姑母，大长公主看见他，面色缓和了不少。到处找你都找不到。啊，多喝了几杯酒，走到这里进去歇歇。这么多人，出什么事情了吗？唐卓云大方行礼，朗声道：不知道王爷在这里休息，我无故闯入院子里，幸而没有进屋，惊扰之处，请王爷恕罪。声音一出，便是靖王都多看了他两眼，因为唐卓云这个人根本就不是能说出这些话的人。不是。靖王冷漠得像一块冰，靖王这厮也真是能沉得住气。刚才他摔倒那么大动静他都没出来。哎，不对。唐卓云忽然想到，为什么刚才他不出来阻止自己？靖王明明没事还装晕，侍卫又隐身，他们想干什么？将计就计。然而人实在太多，唐卓云来不及多想。大长公主道：那就好，一场误会，走吧，都等着你呢。说话间，他看向阮安若的眼神中就多了几分责备。殿下，朱云真的和我说，他要带着那种不干净的药前来对付王爷，我也是怕王爷出事，所以才……我说你就信啊？那我让你去死，你怎么不去啊？这才是京城恶女应该有的样子。众人脸上顿时又是嫌弃。没想到唐卓云话锋一转，拍拍手道：而且我根本没说过，也不会那么做。王爷是天上的云，我呢是地上的泥，不敢攀附，怕摔得粉身碎骨。那你敢把荷包拿出来吗？你若是不敢，那就请殿下身边的嬷嬷代劳一下。唐卓云还没说话，秀儿就先慌了，身形控制不住的发抖。那可是他买来的药，这件事情暴露，他第一个活不成了。你凭什么对我妹妹搜身？一声微凉的声音响起，众人不由循声望去。男人手中牵着个小男孩，4、5岁模样，白白嫩嫩，眼睛黑曜石一般，只是带着和年纪不相符的眼里，面沉如水。来人是唐伯欣，唐竹云唯一的亲哥哥，手里牵着的是唐竹云名义上的侄子，实际上没错，5年前前身在大年初一生下了这个儿子，取名唐铎，小名凛冽。因为他是未婚生子，而且自己都不知道那男人是谁。说起来这件事，现在的唐竹云都想把元神暴打一顿，怎么会做这么蠢的事情？前身可真是不惜福啊，他爹是状元，他哥哥是状元，他儿子是天才，可是大家都在用名声给他擦屁股。大哥，你给我闭嘴！前身作孽，他这是来还债了吗？倒霉催的。阮安若道：小唐大人，我敢肯定朱云荷包里有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你的肯定值什么？唐伯欣冷笑：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现在才说？我女儿身上藏什么东西和你无关。爹也来了。唐大人，他带危险的东西进来，意欲何为呢？唐竹云上前对着唐明帆行礼，然后扶着他胳膊道：爹，这件事情我自己来处理。唐明帆有些怔愣，今日的女儿似乎不太一样了。
唐竹云歪头看着阮安若，来说说，我带了什么危险的东西进来？迷药，你荷包里是迷药，你说要暗送王爷，你还说王爷也没什么高攀不起的，他不是还有个女儿吗？又不是头婚。靖王的脸色发黑，像一台巨大的冷气机一样突突往外放着冷气。如果眼神能杀人，估计唐竹云已经被他碎尸万段了。唐竹云做出讶然的样子，你这是戏文看多了，还是犯了癔症啊？我什么家境，敢去暗算靖王？唐府统共养了一个丫鬟，一个看门的婆子，靖王爷身边伺候的10几个、几十个，我凭什么去暗算他呀？你从前又不是没做过这样的事情。哼，你从前还尿床呢。阮心若气得脸色涨红。你就是心虚。我心虚啊？我是怕你下不来台。唐竹云把腰间荷包取下来，喏，糖粉，要不要尝尝？啊，不可能！够了！大长公主怒道：“堂堂官家千金，闹成这样，都不要体面了吗？来人，把他们2个给我撵出去，以后再也不许进公主府。”啊，公主，您听我解释呢，我……阮安若慌了，她还想抱住大长公主的金大腿呢。唐竹云却巴不得立刻就走，招呼家里3个男人：“爹，哥哥，玲玲，咱们回家。”唐明帆回到家像老了10几岁，腰背不再挺直，靠在椅子上大口喘着粗气。唐伯欣则道：“把那脏药交出来！”秀儿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连连磕头：“大爷，都是奴婢的错，都是奴婢的错。”你先去请个大夫给姑娘看看。朕金，你先说着。他慢慢跪下：“从前的事情都是我不懂事儿，让爹和哥哥操心了，以后不会了。雪儿买到的是假药，被人用糖粉糊弄了，所以我没事儿。”只白瞎了5两银子，还是他在外面借的印子钱。唐明帆1年300两银子俸禄，唐伯欣50两，还有些柴火补助之类的，林林总总也有400多两，可是都被唐竹云挥霍了。你呀你！唐明帆气得手都在发抖。伯欣呐，拿家法来！爹，我娘，您想想我娘，饶了我这次吧。唐伯欣冷笑，他就知道会是这样。他牵着琳琳的手：“走，爹带你回屋读书。”一大一小2张养眼的脸从唐竹云面前冷漠地走过。起来吧。唐明帆受了极大的打击，有气无力的道：“什么时候啊，我闭上眼睛去找你娘，什么时候啊，就不用为你操心了。下去吧，我要回衙门了。”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却险些摔倒。“爹，您慢点儿，您先缓缓，等吃过饭再去衙门吧。”他趁机摸了摸唐明帆的脉，有些想哭。唐明帆堂堂2品大员，脉象虚而无力，双手冰凉，心虚气短，分明是营养不好导致气血生化不足。这明明是一个可以万世垂名的能臣干吏，却被一个不成器的女儿连累至此。最终唐明帆还是没有在家里吃饭，在唐竹云担心的目光中摇摇晃晃去了衙门。唐竹云躺在床上望着雨过天青色的帐子骂娘，他这是捡了个什么烂摊子，抱怨几句还得面对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让家里3个男人对他改观，而且他还得赶紧想办法把外面的高利贷还上，弄不好是要影响父兄仕途的。说干就干，唐竹云喊来秀儿，开始整理他过去的东西。“姑娘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您不会是想着要和靖王爷私奔吧？”“我倒是想啊，他能跟我走？”靖王是聋子还是瞎子？
是没听过自己的名声，还是没看到过自己的样子？那您想和谁私奔？唐竹云衰，姑奶奶怎么就非私奔不可了？印象中这个秀儿忠心耿耿，奈何就是脑子水太多，一晃都能倒出半碗那种。你帮你娘在家里做饭，我出去一趟。唐竹云没好气地抓起包袱。啊，不，姑娘，我不让您走，您走了我怎么办呢？我不走，我就是出去卖东西啊。要不收印子钱的上门，把你递给他们啊。唐竹云凶神恶煞的，吓得秀儿一抖。啊，姑娘，我不要。那就放手啊，好好帮你娘干活，我很快就回来啊。唐竹云去了当铺，听着里面的伙计居高临下的问：这是死当还是活当啊？他咬了咬牙，死当。然后里面的掌柜拨拉了几下算盘，带着唱腔：破皮袄3件，破首饰13样，死当100两。什么？竟然这么黑？不是，我那些首饰都是真金白银好玉宝石的，还有我那灰鼠皮袄子，一件买的时候都是50两。爱当不当，不当滚蛋！唐竹云气结，唐竹云硬着头皮讨价还价，结果里面却伸出一只略显苍老的手，直接把他的东西推了出来。去别家看去吧。唐竹云一把抓住那只手，当铺掌柜愣住了，做了这么多年当铺掌柜，这还是第一次被人轻薄呢。而趁着他发愣的功夫，唐竹云已经顺着他的手摸上了他的脉搏。唐竹云窃喜，果然和他想的一样。掌柜的，您是不是早上起床的时候身体僵硬，经常关节肿大，疼痛难忍？掌柜的愣住，眼中露出几分惊讶之色。哎，你这小姑娘怎么知道？一定是听人说的，是不是啊？我这老毛病许多人都知道，想讨价还价就算了。果然是生意场上的人，多疑。您附耳过来，我跟您说点别人不知道的。掌柜将信将疑的低头。唐竹云在他耳边说了句话，掌柜脸色都红了，看向他的目光中多了几分审视和凝重。我祖上是名医国手。唐竹云信口胡诌道：您脉象虚浮，血瘀凝滞，应该吃过不少药。是吃过很多呀，可是都不见效啊。您可以试试我的方子。你？掌柜显然有些不敢相信。你到底是真的会治病，还是故弄玄虚啊？唐竹云笑着：我给您开的方子，您大可以拿给别的大夫看，他们倘若不说好，那算我骗您。小伙计在一旁道：哎，掌柜的，要不您试试，您这病发作起来可太受罪了。掌柜一巴掌拍到他头上：一边去！唐竹云知道他这是不想让自己得意，便假装没看出来。这样吧，你写方子，如果真的好用啊，我就给你10两银子诊金。至于当东西，该多少银子还是多少银子。20两。唐竹云眼皮子都没抬。一口价，有效了再收钱。掌柜咬咬牙：好，来人，准备文房4宝。姑娘，您怎么了？秀儿迎了出来，见到他眼中含泪，不由惊讶道：哎呀，您这是买了猪大肠？唐竹云吸了吸鼻子：来帮忙，今晚咱们吃点好的。这大肠这么臭，谁吃呢？秀儿嫌弃地说道：啊，我知道了，您是买来喂猫的对不对？唐竹云懒得解释：进来帮忙，今晚我做饭。秀儿的嘴巴张成了 O 字形。啊，您做饭？可是姑娘，您不会做饭呢。我在乡下长大，怎么可能不会做饭啊？
我从前不过是懒得做而已啊。秀儿看着熟练干活的自家姑娘，眼珠子差点掉出来。大肠见的没人要，倒要用面粉这样金贵的东西来洗它。他还以为姑娘转性了呢，现在看来还是胡闹。晚上3个男人几乎是同时迈进家门的。这是什么味道啊？这么香啊！隔壁的。我一点也不馋。爹，大哥，玲玲，你们回来了。唐竹云从厨房探出头来，笑眯眯地说道：洗手吃饭。3个男人看着他，反应各不相同。阿云，你做饭了？是问。3个男人洗了手，沉默地坐到桌前。唐竹云带着秀儿把菜和米饭都端上来，看着3个石化的男人，唐竹云忐忑道：你们尝尝，其实挺好吃的。唐伯欣最先反应过来：你又闯了什么弥天大祸？我没有啊，我就出去买菜做个饭而已啊。以前是我太不懂事了，以后不会了。他装出局促的样子，低头揉着衣角，可怜巴巴。伯欣呐，不许那么说妹妹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吃饭呢。唐竹云心中暗暗松了口气。唐明帆拿起筷子，捞起一块猪大肠。这是猪大肠？我洗干净了，爹，您尝尝，真的。秀儿在旁边嘟囔：您费了半斤面粉洗的，能不干净吗？你下去啊，吃你的去。唐伯欣冷哼一声，原来还是糟践东西。心里虽然膈应，但还是闭眼尝了一口。半晌后，目光大盛，赞道：好吃，真的好吃啊！伯欣呐，你快尝尝。唐伯欣不屑一顾，扒着碗里的白饭道：我不吃。哎呀，真的，我骗你做什么？我从来都不知道阿云还有这样好的手艺啊！哎呀，我就说嘛，阿云呐是个好孩子。来，你快尝尝。3个男人把一整盆的毛血旺都捞干净了。如果不是米饭不够，他们估计要把汤都泡饭吃掉。唐竹云目瞪口呆，他现在非常怀疑，家里不是被他败穷的，是被3个饭桶吃穷的。唐明帆很高兴，问儿子：哎呀，今日你妹妹这个菜做得好吧？尚可，就是费油也费饭。唐竹云小声嘀咕：吃进肚子里的就不算浪费啊。没错，阿云说得对啊。阿云呐，以前的事情啊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以后啊，好好过日子就行啊。这就是父亲对女儿的要求总是那么低。唐竹云点点头：我知道的，爹。趁着众人都在，他鼓起勇气：那个，爹，大哥，我还有件事情想说。唐伯欣的神情立刻警惕起来：哎呀，说吧，不用吞吞吐吐的。没有什么呀，比看到你学好更让爹高兴的了。有什么难处啊，都要告诉爹。哎呀，你娘去得早。不提了。阿云呐，你说。我想借家里20两银子，但是我10天后就能还，19两。他要尽快把印子钱还上，因为阮心若也知道他借钱的事情，估计这绿茶要借机搞事情。唐伯欣拍案而起：我就说你今日怎么性情大变，原来是为了要银子，一文都没有，你想都别想。唐明帆面上也有失望之色，然而他还是问：阿云呐，要银子不是不可以，你和爹说你要银子做什么呀？要银子可以。唐伯欣出奇的愤怒了：好，这个家以后我不管了。他愤怒地出去，然后很快回来，把钱匣子放到桌上，牵着李林的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唐明帆瞬间像老了好几岁，长长叹气，
然而他还是把钱匣子打开，从里面拿出2锭10两的银克子递给唐竹云。唐竹云看着里面只剩下的几两碎银子，万分难受，结结巴巴的道：爹，我不是乱用钱的，你相信我，我会还的。爹相信你，和原来不一样了。不为别的，就为爹第一次吃到你做的饭呢。唐明帆眼圈泛红。你是随了你娘啊，你娘做饭很好吃很好吃啊，再便宜的东西她也能做得很好吃。那时候家里穷，妻子又是童养媳，日子艰难，可是他把所有能找到的好吃的都做给自己吃，却没有等到自己功成名就就撒手人寰。这是唐明帆心中永远难消失的痛。看着老父亲泪流满面的样子，唐竹云心里发酸。他抱过钱匣子，郑重道：爹，以后我管家，我保证会让家里人吃饱穿暖，再也不会挥霍了。第二日天还没亮，唐竹云就被屋外的声音吵醒。你轻点儿，别吵醒你妹妹。唐伯欣似乎在往盆里倒水，咣当一声把水瓢扔了。唐明帆长长叹了口气：那是你妹妹，哎，罢了罢了，不用你送我，我自己走就行。唐伯欣软了口气道：爹，还有2个馒头我帮您热过了，您带着充饥吧。不用啊，宫里管饭。可是等散朝之后，那得什么时候啊？唐伯欣着急了。唐竹云这才隐约想起来，这么早鸡都没打鸣，他爹却得去上朝了。虽然皇上体恤准备了饭菜，可是那都是散朝之后，而且都凉透了，并不好吃。也只有唐明帆会认认真真的去薅着羊毛。唐竹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爬起来穿上衣裳，随便把头发挽了个发髻，匆匆出来道：爹，您等等，我给你打2颗荷包蛋，您吃了再去，用不了多久的。不用了，鸡蛋呢，留给琳琳吃。没事，还有，我很快。唐竹云已经冲到了厨房里，何婆子已经在烧水，所以她就着这火，飞快地做好了荷包蛋端出来。爹，您吃过再过去。好啊。唐明帆看着不一样的女儿，连连点头。东方泛出鱼肚白，这日子大概也终于见亮了吧。发生了昨天要银子的事情之后，唐伯欣还是对唐竹云视而不见。3个人沉默地吃完饭，唐伯欣带着李明出门，唐竹云让秀儿跟何婆子留在家里，自己则带着银子去还了印子钱。还好没什么波折，他讨价还价，因为提前全款还清，竟然还讨回了5两银子。姑娘，下次缺银子了，欢迎再来啊。伙计把他送出门。你说这话容易挨打，知道吗？哼。不过因为5两银子，他也不生气，甚至觉得心满意足，生出了可以小小挥霍的感觉。他又到屠户那里预定了猪大肠和猪肚，买了1条五花肉，这次足足花了100文。在药铺门口，他却意外遇到了熟人，就是晋王那狗腿子侍卫。狗腿子一瘸一拐，手里提着几包药，也认出了他来，眼神顿时哀怨而生气。是因为我挨了板子？狗腿子怒道：真是个废物！怎么听这语气是在嫌弃他没有得手？哼，卑鄙无耻下流！唐竹云狠狠一脚踩在狗腿子脚上，然后快步进去。这主仆俩一肚子坏水。宋景阳刚想走，忽然想起来，唐竹云来药铺做什么？他也不走了，就站在药铺门口，竖起耳朵听里面的动静。唐竹云浑然不知，他惊喜地买到了需要的各种调料，然后道：给我配几副堕胎药，要吃了再不还那种。他还想继续听下去，
可是却被药铺外面洒扫的人看到。这位爷，您还需要买什么吗？宋景阳心虚，又怕被唐竹云察觉，便只能匆匆离开，心里却想着好险好险，幸亏这女人没得手，否则岂不是要把肚子里的孩子栽给王爷？怪不得他想爬上王爷的床，原来是举着绿帽子来的。这个恶女！药铺伙计道：这个可没有啊，您得拿着方子来抓药，而且这种我们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啊。我家里周围太多野猫，现在春天晚上叫个不停，我想给喂它们的时候掺上绝育的药，省得回头越来越多。吓死我了！这种药有，我这就给您取去。唐竹云在药铺花了100多文，然后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又去拎上猪大肠和五花肉回了家。大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看到唐伯欣站在门口，面色铁青地瞪着他，他今日好像没得罪他吧？怎么感觉他要把自己生吞活剥了般？阿云，是我不小心把你借印子钱的事情告诉了唐大哥，真是对不住了呢。唐竹云微笑：好，真是谢谢你了，你等着，我一会儿去找你，好好谢谢你。幸亏他有先见之明，去把银子还了，否则现在还不得把大哥活活气死。你跟我进来。唐伯欣厉声道，然后目光冷厉地扫过阮安若。阮安若顿然悬然欲泣。唐大哥，我是为了阿云好呢。他瞎了眼，才把你当朋友。大哥说的对，走，咱们回家说，不理疯狗。自己大哥是真好，就算被气得七窍生烟，也维护自己的颜面，要打骂也关起门来。你真的还了？唐伯欣一脸不相信。真的啊？不信你问秀儿，昨天我去了当铺换了银子，刚才出去就是还钱去了。大哥，我害怕影响爹和你，所以赶紧去还了，以后再也不会再借了。你在哪家借的？我亲自去问问，他不放心。唐竹云并没有什么回避，把地方说了。唐伯欣顿了顿。你昨天要20两银子，是不是因为还钱不够？是，但是爹和大哥给了我，所以银子凑够了。唐伯欣想到昨日自己的过激反应，有些尴尬。虽然不知道妹妹到底受了什么刺激，但是他隐约觉得妹妹从昨天开始就不一样了，而他差点扼杀了妹妹的转变。琳琳还得学吗？唐竹云问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，他隐约觉得小家伙今日回来似乎不太高兴。今日他学得不好，被我罚了。唐竹云觉得李妮好惨，一门2状元，给孩子造成多大的压力。他把下午听小贩叫卖出去买的野草莓洗了一小碗，送到李妮屋里。因为门开着，所以他便没敲门，所以看到李妮来不及放下袖子的胳膊露出一片青紫。你进来做什么？给你送草莓啊。唐竹云走上前来。你胳膊怎么回事啊？不关你事。那我喊你爹进来问你啊。你……李玲生气了，唐竹云却放下草莓，在旁边坐下。伸出来，我看看。李玲抗拒，纹丝不动。哥，给你看就是，装模作样。李玲别过头，把胳膊伸出来。谁打的？为什么不说话？他又问。不想说。李玲拉着脸道：和你没关系，你少假惺惺，我不吃你那套。你要是想利用对我好，让我爹心软，那你就打错了主意。这熊孩子真不可爱。把衣服脱了。李玲自然不肯，然而听到唐竹云要喊唐伯欣进来，他咬牙切齿的道：我给你看，但是你若是告诉祖父和父亲，我告诉他们我就是小狗。
唐竹云看着他不知道如何发狠的样子，就觉得可爱。别人打你要打回来，打不过就要跑，跑不了就得认怂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知道吗？回来告诉祖父和你爹，不想告诉他们就告诉我，我们帮你出气，知道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家里已经没什么银子了，你讨好我也没用。行吧，前生造孽，他继续倒霉。他给李林上了药，然后笑眯眯地逗他。其实我说喊你爹是骗你的，你爹去接我爹去了。嘿，这个小孩子太一板一眼了，希望他能轻松一些。他正想撵唐竹云出去，就听他开口道：我知道咱们家没钱，你在王府家学里肯定没有少因为这个受委屈。见李林垂眸不语，唐竹云便知道他是真的不想去了，否则以他对自己的厌恶，肯定会拒绝自己。他现在默认，说明他面对的情况真的不容乐观。这样，我明日就说你生病了，先在家里歇几日，然后我们俩一起商量对策，好不好？李林犹豫半晌，好。咱们去哪里呀？为什么还得带着做好的凉菜呢？你不觉得我这凉菜好吃吗？出去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卖个方子，换点银子给你买新衣裳。发家致富他不敢想，但是做点什么改善一家人的生活，唐竹云摩拳擦掌。然而卖方子并不像想象的那般容易，几家他看得上的酒楼，他甚至门都没有进去就被人撵了出来。李林最后都有些于心不忍了。算了吧，你做给我们吃也很好很好了。看着他满脸都写着我在认真安慰你的样子，唐竹云被逗笑。我就是随便碰碰运气而已啊，不行就算了。走，咱们去药铺，我买些药。买了一些药材，又买了菜，还给李林买了个小鸡啄米的木头玩具。唐竹云牵着李林的手往家走。让开，都让开！一辆马车风驰电掣而来，车夫一边发疯似的挥舞着鞭子驱赶马匹，一边大喊道：去晋王府拿银子！马车背后骑马紧跟着的侍卫接着喊道，马车上是晋王府的徽章。赶着去投胎嘛，这晋王也太跋扈了，闹市中这样横冲直撞，真撞到了人怎么办啊？我猜是晋王的女儿发病了。晋王的女儿有心疾，还有羊角风，经常发病。我听说每次都是九死一生。真可怜，有那么个不负责任的爹，自己还有病。虽然同情，可是他却不觉得自己能管得起晋王府的闲事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回到家里，何婆子带着秀儿出去卖荷包，她不会算账，所以这种时候都得带上女儿。家里只剩下唐竹云和琳琳。琳琳啊，你想不想学些拳脚功夫啊？她怎么不想学？可是家里根本没有钱给她请武师傅了。王府里并不教这些，她去哪里学？看她的样子，唐竹云就知道了答案。我小时候在乡下学了一些，你要是不嫌弃，跟我学。琳琳惊讶地抬头看着他，随即目光又黯然。你先看着啊。他换了身轻便的衣裳，走到院子里打了一套拳。起初琳琳还一脸你是不是疯了的神情，可是看到后来，他眼睛都直了。不行不行，没什么力气啊，比以前差太多了。你怎么会的？琳琳问，目光中已经有了崇拜之色。啊，就是在村里自己琢磨瞎练的。以前在乡下没什么人理我，我就自己玩。除了这个，我还会医术呢。因为我救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老人，经常去给他送饭，和他说话。他教了我几年医术。你会那么多，为什么还要去做那种事情？琳琳问，目光中是困惑，更是痛苦。唐竹云一下子被他这目光灼伤。琳琳知道他的身世。对不起，琳琳。唐竹云很艰难的，只觉得在这样一双悲哀的眼睛面前，所有的解释都那么苍白无力。
我懂很多，却不懂哪些事该做，哪些事情不该做。错了就是错了，让你因为出身痛苦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将来那个男人找来，你怎么办？他双拳握在身侧，十分紧张。原来他在担心这个。我不认识他，我不会把你交给一个上花船的男人。那你会原谅他，嫁给他吗？原谅？唐竹云苦笑。他没什么需要我原谅的，他只需要你原谅。把你生出来受苦，错的是我和他。我不会再嫁人了。你祖父年纪大了，需要人照顾。你爹已经受了我太多拖累，以后他娶亲，我也不放心让你跟着别人。所以到时候我们俩一起过，好不好？李林没说话，半晌后道：我不需要什么亲生父亲，你若是再把我嫁给别人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，永远永远。这是个聪明又没有安全感的孩子。唐竹云，你要努力啊。中午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锻炼了1刻钟后，唐竹云一边擦汗一边笑眯眯地问：什么都行。你能不能……算了。凛凛欲言又止。小屁孩，知不知道这样说话很容易挨揍？我能，我当然能啊，姑姑是无所不能的。来说。你明日给我带饭好吗？凛凛低头，却又用眼尾偷偷看向他。唐竹云顿时明白过来，定然是凛凛在学堂中也受到了歧视，很可能是吃饭的时候都吃不饱。好啊。唐竹云笑眯眯的一口答应，然后故作夸张的道：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快就答应了？万一我要是做不好，让你丢脸了怎么办啊？不会的。凛凛小声道：反正怎么都比现在好。唐竹云听得心酸，几乎控制不住想问他，在荣王府的学堂之中究竟遭遇了什么，可是他控制住了。他和他还没有那么熟。第二天早上，李林起得很早，衣裳还没穿好，就兴冲冲跑到厨房里。啊，这么早就醒了？秀儿，你去倒水，照顾玲玲洗漱。你在做饺子？是馄饨，鸡丝馄饨。一会儿啊，用鸡汤煮，给你多加香菜，如何？玲玲点头，环顾四周，似乎在找什么。这人明明昨日答应过他，要替他带饭，今日却忘到了脑后。他好生气。然而下一刻，他就听到唐竹云说：中午你想吃什么啊？一会儿送你们走，我就去买菜回来做，然后让秀儿给你送到王府去。王府让进吧。玲玲只觉得这惊喜来得太突然，不敢置信的道：你中午让秀儿给我送饭？原本他只想早上自己带过去的，怎么敢想他会设想那般周全。唐竹云却没有明白他的意思。啊，你不想让秀儿去，那我去。李林犹豫了下，随即点点头。那行。唐竹云笑着，快去洗脸梳头，一会儿啊，咱们吃馄饨，吃得饱饱的考状元。我会的，我会像祖父和父亲一样高中状元的。啊，别！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别有那么大压力啊。我说中状元呢，只是打个比方，你中个榜眼、探花、进士、同进士，都很厉害，很厉害的。你不相信我？你可以的，舍你其谁？唐竹云立刻换了一副郑重其事的态度，满脸都写着我相信你，眼神亮晶晶的写满你是如此优秀。我会的，我去读会儿书。感动华夏好少年，加油！一门3状元指日可待，哦耶！等唐伯欣带着李林出门后，唐竹云又出去买了菜，再带2条湿毛巾去给他擦嘴和擦手。这么多东西他装了2个食盒，和秀儿一起找到了荣王府。荣王府的门房听说是唐府来送饭，好像见到了什么天外来客般稀奇。这唐府穷得叮当响，这丫鬟
哼，还颇有姿色呀。然而他什么都没说，带着秀儿一起进去。把他打倒！远远听见一群孩子激动的声音，唐竹云心里咯噔一下，提着石盒健步如飞，把秀儿甩在了身后。唐铎，你这个废物，快爬起来！我押了30两银子赌你赢呢。哈哈，你今天输定了。唐竹云近前听这2句对话，疯了一般扒拉开众人。眼前的情景，唐竹云做梦都没有想到。李宁被一个比他高大壮实很多的男孩子骑在身上，雨点般的拳头往他身上落，他却只能缩成一团，徒劳想护住自己。好，今天谁他娘的都别活了！唐竹云想都没想，上前抓起那男孩，左右开弓，10几个大耳刮子甩过去。在他反应过来之前，就把他打成了猪头，然后抓住他胳膊，一脚一脚狠狠往他大腿上踹去，嘴里骂道：以大欺小是不是？好，老娘陪你玩。大胆！那男孩的随从们慌了，七手八脚上来拉唐竹云。这可是荣王府的小郡王。唐竹云打到眼红，哪里管他什么身份，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。李林呆呆地看着他疯了般的举动，他爬起来抱住唐竹云的腰。姑姑别打了，我没事的。唐竹云这才停了手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又摸摸他的头，气红了眼圈。你是不是傻啊？就任由他打你啊？李宁的泪唰的下来了，在他怀里哭得不能自己。他弯腰吃力地抱起李宁，眼神倨傲。他冷笑道：不就是个破瞎学吗？不上就不上，人是我打的，走到皇上面前我也敢认。你们一个个家里的大人都那么有本事，那就让他们明日到皇上面前辩一辩。我倒要看看皇上知道你们恃强凌弱，以大欺小，是会给你们发个牌匾，还是赏你们一顿板子？李宁觉得他的怀抱单薄，却又是从来未曾有过的温暖。他抽抽搭搭的道：姑姑，祖父和爹会生气的。你这样被人欺负，祖父和爹才会生气啊。唐竹云轻蔑地扫了一眼那些被他的气场震得不敢作声的熊孩子。玲玲，记住，即使你不在这里，终有一日你也会比他们所有人都更优秀。这个破学咱们不上了，祖父和爹若是责罚，还有姑姑在。玲玲忽然大声的道：让爹打我，是我不想上了。好孩子，我们走。李林从唐竹云身上挣脱下来。姑姑，我跟着你回去，我再也不来这里了。好。一手拎起食盒，一手牵着李林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站在不远处的荣亲王一脸尴尬，对身边高大冷峻的男人道：这些孩子今日怎么就闹成这样了？从前不是这样的。我说让嫣然来读书，不是和他们一起，是家里的女婿。那男人正是刚被唐竹云爬床未遂的晋王。多谢皇叔好意，不必了。荣亲王尴尬陪笑，讪讪道：那就算了，以后啊，你若是改变主意，随时送来都行啊。这里的家学京城有名，没想到来了之后，他就撞见了这样的一幕，心中失望透顶。一群纨绔子弟，家风又不正，他看不上，只是没想到那个女人如此泼辣而强悍，和那日想要爬床的判若两人。他叫什么来着？晋王眉头微蹙，唐竹子。唐珠子。唐竹云带着凛凛回去，火气慢慢消退后，就开始惆怅了。凛凛啊，你说祖父和你爹会生气吗？他可是戴罪之身，现在错上加错，那是不是会被扫地出门？会，但是我会自己承担的，和姑姑没有关系。你实在是害怕和后悔，那我来想办法。后悔？我后悔什么？后悔是不可能后悔的，
这辈子都不会后悔这样的决定。要说后悔，我就后悔没多打几下，反正打都打了。但是害怕真有点，我怕你爹超凶的有没有？像不像？凛凛被他逗笑。有点像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大不了被你爹骂一顿，反正他也不能打我。唐竹云决定破罐子破摔。来，吃饭，饭都凉了。唐竹云站起来，把食盒里的饭菜都拿出来摆到桌上。快尝尝，喜不喜欢？姑姑，我有点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唐竹云愣住。应该吃过饭再走了，让他们羡慕我一次，看得见吃不着。唐竹云被他逗笑。会笑就好啦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让我们吃饱了，迎接来自你爹的狂风骤雨吧。好。看着凛凛吃过饭，唐竹云又赶她去午睡。以后在家里，祖父和你爹教你学文，我教你习武，还可以学医，咱们前程远大着呢。大爷，您怎么现在就回来了？外面传来了秀儿慌张的声音。艾玛，站起来，腿软了，前身对这个大哥的惧怕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。大哥，你回来了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听说在荣王府那边闹开了？你们还把小郡王打了？爹，是我的错，和姑姑没有关系，是我。是你什么？大哥，打人的是我，不让玲玲读书的也是我。不是爹，都怪我，和姑姑没有关系。您要打要罚，就打罚我吧。是我。哎，你们都够了，我告假了，有的是时间听你们说。唐竹云清了清嗓子。大哥，玲玲在王府里受欺负，我看不过眼。那群孩子一起打玲玲，而且这件事情不是今日才有的。我不认为玲玲和那群纨绔子弟在一起能学好。爹是状元之才，你也是，何不自己教玲玲呢？唐伯欣看向凛凛，口吻严肃。姑姑说的是真的？凛凛咬着唇，点点头。大哥，这个学无论如何不能上了，我怕玲玲这样下去会出问题。那就不上了。唐伯欣一锤定音。凛凛脸上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，随即又是大喜过望。大哥英明神武。让爹看看哪里受伤了。凛凛有几分害羞地掀开衣裳，露出身上的青紫。这就是你不让爹帮你洗澡的原因。凛凛眼中水汽氤氲，垂眸不作声。是爹的错，爹忽视了你。以后啊，白天跟着姑姑在家，爹给你布置功课，晚上回来爹会检查和指点你。从前不把凛凛放在家里，是因为父子俩都不放心唐竹云，唯恐他把凛凛卖掉。这不是冤枉他真的做过这样的事情，被唐伯欣狠狠打了一顿后才熄灭了念头。我就知道大哥最好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玲玲。但是爹那边，大哥去说好不好？唐伯欣又瞪了他一眼，却没有出言反对，无声地揽下了这件事情。爹，小郡王那里，我怕荣王府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唐伯欣冷笑一声，眼中露出骄傲之色。今日这事情，倘若你们两个没合伙骗我的话，他不敢如何。爹是大理寺卿，最为护短，他又是皇上面前挂得上号的人。别看很多人嘲笑唐家清贫，敢真正面对上他们父子的没几个。唐竹云看着他自信满满的样子，顿时把心放回到肚子里，凑趣道：哇，大哥好厉害啊！那以后我就可以像螃蟹一样横行霸道了。去做饭吧，我饿了。你不会还没吃午饭吧？唐伯欣没好气地说道。刚要吃饭，听说你们闹事，就赶紧回来了。好，我这就去做。唐伯欣看着他轻快的背影，嘴角不由勾起。然而这笑容没有持续多久，他就正色问凛凛：
你愿意和姑姑在家吗？如果不想，我再给你找个地方去读书。我有个朋友。我愿意。琳琳抢着道：姑姑对我很好。今日她看出来了，姑姑是真的豁出命去护着她的。唐伯熙摸摸她的头：好，那你先和姑姑在家，如果将来改变主意，随时告诉爹。琳琳重重点头。我在家也会努力读书，日后光宗耀祖，让祖父、爹还有姑姑享福。好。晚上回来，唐明帆听说了这件事后，竟然十分平静的就答应了。大概是唐竹云把痴心都写在了脸上。唐明帆笑道：之前呢，就是担心你不能照顾琳琳，现在呀，没什么不放心的。又是他。他瞪大眼睛看向唐伯熙，后者点点头，就是这样。过了几日，到了和当铺掌柜约定的10日之期。姑娘，你可算来了。当铺掌柜一改之前的倨傲，看见唐竹云来就像看见了救星一般。唐竹云只惦记着那18两银子，耐着性子听掌柜好话说了一箩筐，笑眯眯的道：您见好我就放心了，咱们之前说的银子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掌柜拿出准备好的2个10两的银锭子放在桌上。20两银子，但是你已经给了2两银子，所以应该再给我18两。多的2两银子呀，是下一次的定金。掌柜满脸堆笑：我这毛病啊，以后少不得还得麻烦姑娘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以后我会经常过来。不过如果您还是这老毛病，诊金就不另收了。如此就多谢姑娘了。掌柜满脸堆笑：说起来，我还有件事情想要麻烦您。您在这做掌柜多年，可认识酒楼的人吗？不瞒您说，我有个凉菜的方子想要卖出去，但是没有门路。我这边啊，正好认识四海楼的掌柜，不过他很忙，怕是要再约个时间呢。唐竹云一听有门路就高兴了，连忙道：不用，只麻烦您帮我把这包配好的凉菜配料送过去就是，我过几日再来听消息。掌柜一口答应。唐竹云又帮他调整了药方，然后才带着李林出去。有钱啦，想买什么？李林小声提醒他：姑姑，你原来借了宫中20两银子。那现在我也是给公众才买嘛。你没听见我的凉菜方子也找到门路了吗？那个真的能卖出去？想到前几次的失利，李林有些怀疑。那当然啦，说想吃什么，想买什么。我什么也不要。小傻子，走，我给你买肉买鱼回家做去。还有指甲水。没问题啊。两人一边逛一边买东西，路过马市的时候，李林有些舍不得挪脚步了。姑姑，我就看看，我不买。他小声地说，对于这个时代的男孩子来说，马大概就是相当于奥特曼，那是最酷最炫的。那就看一会儿，反正看也不要钱。见到李林喜欢马，还掏出一块麦芽糖给他，让他放在掌心喂马。就这样，对，以后你有了自己的马，就得这样驯化它。李林高兴的小脸都红了。姑姑，他舔我的手心了。唐竹云见状笑了，转头和马贩子攀谈起来。这一匹要多少钱啊？给您报个实打实的价格，要300两银子。等我有钱了就来买。哼，穷酸模样，你买得起吗？什么？唐竹云听到这个声音不由回头，果然看到阮安若那张白莲花的脸。没想到禁足令这么快就解除了，怎么你娘能放心你出来？难道你那好表哥晋升进宫了？阮安若气得拧着帕子，面色狰狞，简直要把唐竹云吞吃入腹。那匹马多少钱呀？ 300两银子，我已经买了。
你能有300两银子？关你屁事啊！反正马是我买了。阮安若心中有疑惑，但是以唐家父子的本事，说是真想收受贿赂，几百两银子甚至成千上万两银子都不是难事。难道他们两个被刺激，现在开始走上敛财之路了？350两，卖给我。老板，可不能这样啊！我们说好的。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姑娘，价高者得，您不能平白让我损失50两银子，是不是啊？那我出351两。阮安若轻蔑地看着他。400两。401两。500两。阮安若，你是故意的。哼，我就是故意的，又如何呢？你害我被我爹娘骂，活该。501两。唐竹云咬牙切齿地喊道，看神情显然已经是极尽努力了。600两。算你狠，破马让给你。琳琳，咱们走。走出去之后，琳琳忽然道：姑姑，等将来我一定给你买一匹马，很贵很贵那种，谁也不敢瞧不起你。刚才气到变形的唐竹云，现在却笑容满面。那姑姑现在就给你买一匹好不好？琳琳愣住，大眼睛里写满了困惑。等等你就知道啦。姑姑，我们有银子买马吗？琳琳到底问出来了。没有，姑姑买马不需要银子，你信不信？唐竹云眨巴眨巴眼睛，故意逗他。那不是偷吗？琳琳惊讶的道。凭本事赚来的，才不是偷呢。先吃栗子，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糖炒栗子吃完，唐竹云拉着琳琳又去找了刚才的马贩子。马贩子一见他就喜笑颜开。姑娘，真是我的财神呐！刚才唐竹云偷偷和他说，他激阮安若出高价，高出300两银子的部分，两人21天做5，一人一半。给我挑一匹150两银子的马就行了。马贩子更高兴了，主动替他挑了一匹原来卖200多两银子的马，还送了辔头和鞍鞯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姑姑，这真的不用给银子吗？琳琳惊呆了。唐竹云大笑，一手牵着马，一手牵着他，慢慢给他讲清楚刚才的事情。有时候对付恶心的人啊，就得用特别的招数。白猫黑猫，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，不必拘泥于形式。琳琳若有所思，但是这思索也很短暂，因为她兴奋到无法自拔。姑姑，咱们给这匹马起个名字好吗？你起吧，我又没读过书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叫它烈风吧。唐竹云要把买的东西放到马背上，琳琳都心疼。唐竹云无奈，这匹马不留着骑，不留着载东西，难道要倒过来扛着马走不成？姑姑，咱们先去河边吧。我想去河边刷马，然后让它在河边吃草，河边的草最嫩了。感觉他不是买了马匹，是买了个祖宗。爹，快来看大马，姑姑给我买的大马，它叫烈风。唐伯欣惊讶万分，待听唐竹云说完后，他也笑了。你是怎么能想出这损招的？以后阮安若知道了，不得气疯了？我巴不得呢。宋上没有挨宰，我不亮刀，还真以为我怕他。琳琳还是在院子里和烈风待着不肯进屋，和秀儿要了一根胡萝卜喂马。唐竹云在屋里隔着草帘子喊：琳琳啊，你要是再让我看见你和烈风，你一口我一口的吃那胡萝卜，我就让你爹打人了啊！唐伯欣闻言，嘴角不由漾出笑意。唐明帆回来之后，看见烈风，竟然也爱得不得了，像个孩子似的围着烈风转，摸摸拍拍。李林在旁边看着，小眼神颇为心疼。唐明帆甚至让唐竹云把饭都摆在了院子里，眼神几乎没离开过烈风。原本我还担心爹会觉得这马来路不正骂我呢。唐明帆一本正经：这是你帮马贩子卖马，他给你的酬劳，
怎么叫来路不正呢？唐竹云大笑，他好喜欢这个爹，既正直又不迂腐，百般爱护自己。唐明帆又对李林道：马是你姑姑买的，这是姑姑对你好，要记住，知道吗？祖父，我也会对姑姑好的。姑姑嫁不出去，我养着姑姑。气氛顿时微妙起来。唐明帆父子俩都有些尴尬地看向唐竹云，担心他翻脸。没想到唐竹云却爽朗地笑道：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！爹，大哥，你们看看，这马车怎么办啊？我想去订，又怕被人糊弄，得多少两银子啊？20两银子若是够了的话，咱们就买一辆吧。哪里来的20两银子呀？唐竹云是故意把话题引到这里的，假装漫不经心的道：我从前在乡下学过医，去当铺当东西的时候，给掌柜一个方子，让他多年顽疾改善了很多，他酬谢我的。玲玲可以作证。李林连连点头，想起那掌柜的崇拜和感激，他与有容焉。唐明帆和唐伯欣都十分惊喜。我姑姑还会功夫呢。这话没人当真，但是唐伯帆父子俩都发现，他们过去对唐竹云的了解还是太少了。几人商量起马车的事情，一辆最普通的马车，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，大概10两银子左右。所以唐明帆当即拍板，让唐伯欣明日告假一天去买好，这样后天上朝他也是有马车的人了。唐竹云从来没有发现自己这便宜爹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，像得了新玩具迫不及待想要炫耀的孩子。爹好久没这么高兴了，他知道这马呀是你孝顺他的。李林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唐竹云，他觉得这马是送给自己的。唐竹云哭笑不得：早上祖父上朝，下午你学骑射。对了，大哥，你会骑马吗？要不你教玲玲？唐伯欣不好意思说他不会，他正想借着这个机会学呢。那个，我有个人选能教琳琳，就是爹手下的长治。之前长治经常来唐家吃饭，后来唐竹云进京后十分嫌恶他，也不给他好脸色。长治不想唐明帆为难，就不太来了。毫无疑问的是，长治也非常非常讨厌唐竹云。那行啊，唐竹云假装没过节，痛快答应。我记得常大哥很能吃，我多做些饭菜。长治那不是一般的能吃，那真的是当之无愧的饭桶，自己能吃掉1桶饭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，我明日和他说一声，让他后日下午开始来吧。结果第2天，长治听说唐家买了马和马车，还要雇车夫，便拍着胸脯表示这个活他能胜任。就是啊，唐姑娘怎么办呀？长治说这话时别过头去撇撇嘴，如果不是看在唐大人份上，他这辈子都懒得见那个恶婆娘。唐伯欣笑道：没事，舍妹啊和从前不一样了，你去就知道了。第2天，长治果然一大早就来接唐明帆上朝了。唐竹云笑着把手中的东西递给他，嘴甜的道：常大哥，这荷叶里包着我做的4个肉夹馍，你路上垫垫肚子。真是改姓了。长治也没吭声，伸手接过大荷叶，低头咬了一大口，这也太香了。那荷叶不能吃的。长治粗声粗气的道：荷叶有什么不能吃的？吃了败火，你不懂。唐竹云不敢说话了。这肉夹馍怪好吃的，就是太少，不够塞牙缝的。再来几个。哦，好。他把家里其他人留的8个都给拿出来了。长治吃完后还想要，听说没有了，十分遗憾。我这也就吃了个3分饱，明日啊多做些，回头我拎条肉送来。琳琳崇拜地看向长治，唐竹云抚额。男人间的崇拜从来都是这样莫名其妙吗？崇拜个饭桶干嘛呀？过了一会儿，唐明帆昂着头，雄赳赳气昂昂的出来了，看那架势不像去上朝，倒像是要登基。
呸呸呸，这种大不敬的玩笑不能开。唐明帆觉得今天上朝的时间格外漫长难熬，站在下面听着那些御史逼辩，心里把他们骂了个狗血淋头。这些老东西不干活只会逼逼，浪费时间。因为他职位高，站的位置靠前，龙椅上的皇上都看出来他今日似乎有些焦躁，不由笑道：唐爱卿，是不是有本要奏啊？皇上也烦御史，但是还不敢说什么。要不这些人就撞柱子，恨不得立刻死了，名垂青史，自己则成了昏君。娘的，真是够了。唐明帆手持护板出列：回禀皇上，老臣无事，就是饿得头晕。站在他斜前方的靖王回头瞥了他一眼，其他人更不用说了，议论纷纷。没想到唐明帆今日是这种风格。皇上哈哈大笑：唐爱卿可是国之栋梁啊，饿坏了那还了得。既然如此，散朝吧。王福啊，你去扶着唐大人用膳去吧。奴才遵旨。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今日散朝只是因为唐明帆饿了。这个穷酸的唐明帆果然深得军心，比不了，以后绕着走。旺福扶着唐明帆到饭堂，知道他从来不自己带饭，呵斥小太监道：等什么呢？还不快让人传膳！告诉御膳房的人，诸位大人的饭都要好好的备着，别偷懒耍滑，让我抓住了，揭了他们的皮。众人都知道这话就是给唐明帆面子，毕竟别人都不吃这里的饭。没想到唐明帆慢悠悠的道：不必了，我今日带饭了。众人眼珠子掉了一地，天上下红雨了。唐明帆今日竟然自己带饭了。唐大人，这是得了什么发财的营生？又是采买马车，又是自己带饭的。唐明帆一脸骄傲：小女孝顺，帮我准备的。又是唐珠子，怎么哪儿都是他？手下让他娶唐珠子稳固地位，他不屑为之。那日原本他想等唐珠云走到床边的时候起来羞辱他，让他知难而退，没想到他却临阵逃脱。之后在荣亲王府见到他彪悍打架，又刷新了他对女人的认知。没想到今日还能听到唐明帆提起他。饭堂里的这一切自然逃不过皇上的眼睛。某日散朝吃饭的时候，皇上来了。唐爱卿啊，朕是闻着香气来的，让朕尝尝可好啊？唐明帆护住饭碗：这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啊，微臣不敢进献给皇上。开玩笑，皇上那么有钱，还能来薅他羊毛？要吃让他女儿做吗？你吃的，朕就吃的。来人呐，把朕的饭菜也摆在这里。众人刚刚放回肚子里的心又提了起来，看来皇上还是想搞事情。唐明帆这老奸巨猾的狐狸一定知情。皇上哪里吃过小龙虾这种东西？汪福伺候，学着唐明帆的样子替皇上剥好放到碗里。蘸点汤好吃。大人，您和皇上也太不见外了吧？皇上却大笑道：哦，哈哈哈哈哈！站着站着。汪福只能依言照做，这可是唐大人吃过的。众人眼睛都不眨地盯着皇上。不错不错，竟然很不错呀，唐爱卿啊，你这菜很不错呀。皇上过奖，都是小女自己在家里瞎折腾的。唐大人，您谦虚的时候能把头低下吗？这昂着头像只骄傲的孔雀，不有损您大理寺卿的一世英名吗？唐明帆有个很不省心的女儿，这事皇上都知道。现在看他的样子，这是改邪归正了。
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皇上不由看向了晋王。赏花宴的事情还历历在目，皇上现在这般，实在令人浮想联翩啊。正当众人猜测纷纷的时候，皇上开口了：唐爱卿啊，你女儿也是从小没在你身边长大吧？回皇上，是老臣忽略了女儿，一直心有愧疚。对晋王，朕何尝不是啊？晋王起身行礼：父皇不要这么说，儿臣能够认祖归宗，已经感激不尽了。皇上摆摆手，示意他退下，在这里吃过饭后才离开。对皇上来说，或许只是一时起意，但是许多人都沉不住气了，包括晋王的狗腿子宋景阳。王爷，皇上是不是想把唐珠云赐婚给您啊？哦，原来她不叫唐珠子。哎呦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！那个女人，她怀孕了。晋王惊讶：怀孕了？现在可能没了。宋景阳把那日偶遇到唐珠云的事情说了，咬牙切齿的道：那日她爬床，原来是想让您帮她养孩子，简直其心可诛啊！晋王短暂惊讶之后就不想唐珠云了。女人并不重要，他在想皇上的用意。近日唐珠云到当铺问凉菜调料卖得如何，没想到当铺掌柜看到他就像看到了财神一般，连声让小伙计去四海楼喊赵掌柜。姑娘，您总算来了，这几日啊，我都快被四海楼的赵掌柜磨死了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？一点不夸张啊。掌柜笑道，又让人拿出点心给琳琳吃。赵掌柜来了之后，对唐珠云一顿恭维，开口表示愿意以200两银子买下唐珠云的方子。唐珠云还是表示不卖。姑娘，您再回去考虑考虑，毕竟方子这种东西啊，时间长了都能琢磨出来。那赵掌柜可以回去慢慢琢磨。哎，我不是那样的人，既然是姑娘祖传秘方，那赵某人也不会白用的。银子的事情啊，倒也不是一口价，咱们可以再谈谈嘛。赵掌柜听听我的想法。唐珠云不疾不徐的道：凉菜调料1两银子10斤。姑娘，未免狮子大开口了吧？我四海楼一日就要用20-30斤凉菜调料呢。赵掌柜急了：这调料也不是没本的买卖，我这价格很公道了。唐珠云并没有退让的意思。赵掌柜考虑再三，虽然调料不便宜，但是凉菜确实受人欢迎，怎么算都有钱赚。那你保证这调料只供应我四海楼一家？当然可以啊，但是那是另外的价格，每年固定额外给我200两。这是垄断费。赵掌柜要疯了，但是经过一番拉锯，他还是心疼万分地答应了唐珠云的主意，请当铺掌柜做中人，双方签订了契书。带着李妮回家，远远他就看到大门敞开，里面人声鼎沸。多别偷懒啊，该杀鸡杀鸡，该劈柴劈柴。一会儿唐姑娘回来见我带你们来蹭饭呀，就要骂人了，还不好好表现表现呀。唐珠云气势汹汹地进去，叉腰道：又来了。这个长治给他3分好颜色，他就敢开染坊。长治嘿嘿笑道：唐姑娘有话好说，今日吧，我生辰。你昨天不是刚过吗？昨日我倒是记错了。少来，不是那一套，怕是明日你又想起来，今日也记错了。玲玲啊，长治曲线救国。常叔叔带你去骑马。李丽眼巴巴地看着唐珠云。唐珠云翻了个白眼：半个时辰后就得回来啊。谢谢姑姑。唐伯欣惊讶万分，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凉菜方子竟然比他们父子俸禄还多。是不是很厉害？今晚告诉爹，他一定非常高兴。
唐伯欣欲言又止。大哥，怎么了？还是别告诉爹了。唐伯欣面色尴尬。爹最近总是炫耀你能干，好多人都觉得他被你刺激疯了。血女成瘾，这是病，得治啊。再说呀，爹不善管理钱财，他若是知道家里有这么多银子，又开始乱花，你还是自己好好保管吧。爹会乱花钱？会，日后你就知道了。哦，那好，我好好收着，不告诉爹。他才私藏200两，大哥更狠，又让自己藏了一部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孩子落水了！唐竹云仓皇看过去，却发现李林手里举着刷子，神情怔愣，显然也是被吓呆了。没事没事。唐竹云过来抱住他，让他的头贴在自己身上，不让他看。谁会水？赶紧给老子跳下去抓人呐！长治是旱鸭子，暴跳如雷地喊道，恨不得自己立马跳下去。这时候，一道白色身影忽然纵身跃下，是晋王。片刻之后，狗腿子宋景阳赶来后也跳了下去，两人一起在又长又宽的河水中搜索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！挎刀站在桥上的长治激动地喊道：走，还不快跟我去接应王爷！王爷的身手，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。长治检查了一下逃犯，沮丧地骂道：好不容易抓到这小子，以为能有进展，没想到还是个死的。这下唐大人也要发愁了。晋王眉头微皱，没气了啊！长治双打的茄子般，让我来试试。说完，他把怀中的凛凛推给唐伯欣，别让凛凛看，会做噩梦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救人啊，不是对爹很重要吗？唐竹云说话间，已经走到那人面前，对长治道：常大哥，给他渡气，像这样。做了一个人工呼吸的演示。众人哗然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想救人就赶紧的。长治立刻自己亲自来，唐竹云则做起了心肺复苏。可是这实在有点累，他一边坐着一边气喘吁吁地问：谁能来接手，让我喘口气？我来。唐竹云让开，自己没形象的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累死宝宝了。这样能行吗？唐竹云对他们主仆就没什么好印象，当即对道：你行你上啊！这时候唐伯欣不动声色的道：死马当活马医，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。瞧瞧，自己亲大哥都会说话。果然又过了一会儿，人咳嗽2声就醒了。妹子，你昨天真的给我们帮了大忙了。这不，我们熬了个通宵，熬到现在，不来吃口饭回家睡觉了。呵呵，感情把这里当成了饭馆。你看我带谁来了？哦，最近眼睛有点瞎，没认出来。晋王淡淡的道：不请自来，打扰了。哎呀，还挺有觉悟的。不过他会上当吗？别的不说，就他和狗腿子算计着害自己这事儿，他就能记一辈子。长治偷偷推推他：别不懂事儿，夹几个菜。唐竹云身子一扭进去了。晋王受了这般冷遇，竟然也没有转身就走，依然跟着长治进来了。你这是在写什么呀？李林诚实的道：姑姑给我出了一道难题，我怎么也解不出来。长治大笑：让王爷指点指点你啊。晋王也是这么想的，然而他看了几眼后，竟然意外发现他也不会，这就尴尬了。偏偏李林还眼巴巴地看着他，一副真心求教的样子。我也不会，你可以请教一下给你出题的人。唐竹云正好进来取东西，闻言淡淡道：让所有的兔子都站起来，2腿着地。你再想想。李林和晋王都很快想明白了。哇，姑姑，你怎么能这么聪明呢？晋王则是惊讶，这题目竟然是唐竹云出的。姑娘，老婆子来就行，您再做2道菜吧。这不，王爷来了吗？
唐竹云不想做，就听他继续道：“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嘞，那可是皇上的亲儿子啊。皇上是谁？那是咱们老爷的主子。那我就再做2个菜。”他做了锅包肉和瓜片炒鸡蛋，这都是琳琳喜欢吃的，然后一起用托盘端着进去。哼，妹子，做了什么菜？这是看到王爷来特意加的菜吧？唐竹云翻了个白眼，搞得好像他要讨好靖王一样。妹子，今日是不是时间来不及了？改天给咱们做个毛血旺呗。还有你拌的凉菜。啊，毛血旺上不来台面，凉菜倒是有，一会儿我让秀儿送一盘来。唐竹云也不敢太过分，便接了一句。琳琳吃着吃着，用筷子扒拉出一个荷包蛋来。琳琳不由看向唐竹云，他们都没有的，只有你有，你是孩子最金贵，吃吧。这话让他说的，他忙对靖王解释道：他没有那个意思，不是说那个蛋，是鸡蛋的蛋啊。唐竹云无语，你不说还没人注意，包括他自己，这越描越黑，你解释个什么劲？靖王吃完一碗面，配上凉菜，竟然出人意料的好吃。如果唐竹云不时不时用刀子一样的眼神刮他就更好了。靖王吃完碗里的面条有点好吃，想再来2碗，没想到他刚端着碗起来，就听到唐竹云凉凉的道：来了是客，碗筷王爷就放下，让我收拾吧，不用你动手。靖王无语：王爷，您这就吃饱了？这吃的太少了吧？那再吃点菜啊。靖王只好放下碗坐下，假装真的吃饱了。王爷吃的太少了，这样不长个，但是也没关系吧，王爷很高了。靖王无语：就是啊，有为别人操心的功夫，赶紧自己好好吃饭长个。那，你不是就爱吃酸甜的吗？快多吃点。那肉看起来奇奇怪怪，原来是酸甜的吗？没有吃饱的靖王喉结动了动，起身道：我出去走走。唐竹云照顾李林吃饭，唐志偷偷的道：你怎么回事啊？故意针对王爷做什么？上次的事情我也听说了，你这不是得不到恼羞成怒了吧？我呸，谁想得到谁还不好说呢。祖宗，你小声点儿，那是王爷呢。唐竹云却是故意的。你还当我不知道是不是？狗腿子早就泄密了。也是想扒着自己爹的大腿，拉拢自己爹站队，给他好脸色，他还怕他赖上来了呢。靖王站在院子里摩挲着烈风，他号码，这是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的。然后他就看见唐竹云出来，又进了厨房，然后端出来一盘什么东西，那像是用冰做的，上面浇着白色的牛乳一样的东西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琳琳啊，吃冰丸子了。琳琳欢呼一声：哇，有冰丸子吃了。不能都吃，会肚子疼的。而且几位叔父也很辛苦啊，还从来没有吃过，该让他们尝尝，对不对？靖王听见他和琳琳说话，态度温柔又坚定，心有所动。王爷，我可是带您来了，您现在能和我说句实话吗？您到底要来做什么呀？靖王到大理寺的时间不长，长治虽然觉得这人还不错，尤其是抓贼的时候一点架子都没有，身手也好，但是也不至于傻到立刻掏心掏肺。这些人的心眼儿比筛子还多。昨日见他救人的手法很是奇特，所以心中有些好奇而已。长治恍然大悟：哦，是，我从前也没见过。哎呀，你说我昨天还想他好好的，要问问他怎么学的，今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等一会儿啊，我问问他。那倒也不必了。他现在已经下定了决心。唐竹云带着琳琳散步归来，打了个哈欠。常大哥，交给你了啊。王爷您请随意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
晋王没走，缓缓开口：“唐姑娘，我有事相求。”帮不上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或许帮不上，但是如果能，我也会给你报酬的。你看着我像缺什么的样子吗？唐竹云微笑着问。银子。唐竹云真想叉腰对天大笑。开玩笑，谁缺银子了？他可是有凉菜坊子这只金蛋的鸡，他缺银子？哼！你大哥他没了5、6千两银子。你放屁！唐竹云气得脸红脖子粗，直接爆了粗口。过几天你就知道了。滚！你给我滚！他还给他饭吃，以后到了喂狗都不给他。你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到王府来找我。我若是不在，你给门房留个信，我知道了会来找你的。说完，他深深看了唐竹云一眼，雾目沉沉，冷意浮沉，转身离开。等唐伯欣回来之后，一五一十的把事情说了，带着几分试探道：“大哥，你说晋王是不是十分讨厌？我也不知道他要我帮什么忙，但是我想着好事轮不到我，所以直接拒绝了。结果他就这样，是不是很可恨啊？”唐伯欣平静的道：“你不理会是对的。”他看着唐竹云，眼神之中似乎有些欣慰，拍拍他肩膀：“阿云长大了，大哥呀也可以放心了。”这话让唐竹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。不知道是不是他想多了，他总觉得这句话很不吉利。唐伯欣对他笑笑：“我知道了，不用担心，我会处理的。”大哥打算怎么处理啊？难道要追究晋王造谣吗？不是，放心吧，大哥有分寸。半夜正睡得香甜的时候，他却被旁边房间的声音吵醒。唐竹云猛地惊醒，这是从唐明帆房间传来的，爹在打大哥。倘若真如此，难道白天晋王说的是真的？他悄悄靠近，然后就听唐明帆怒道：“从小我是怎么教你的？不是自己的，一针一线都不能动。爹，大错铸成，儿子不孝，你为什么要拿银子？银子哪儿去了？爹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时起了贪念，和其他任何人都无关。银子被偷了。”大哥这句和其他人无关，是想撇清他吗？想到这里，唐如云推门而入。进去之后，唐如云才看清楚，唐伯欣低头跪在地上，一副任由打骂的模样，而唐明帆则拿着藤条，已经气得胸前不断起伏。“爹，您别激动，您身体扛不住，有话好好说啊。”“阿云，你出去，和你没关系。”看得出来，他在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。“爹，我既然是您的女儿，大哥的妹妹，大哥的事情就不可能和我没关系啊。”说句难听的，真要株连九族，还跑得了他？爹啊，先让大哥起来说话好不好？总不能让大哥跪着，我站着呀。让他跪着，让他跪死在那里。唐明帆喉咙里喘着粗气，有呼噜呼噜的声音，显然被气得狠了。“阿云，你出去，这件事情和你无关。”唐竹云有些生气，一个两个都说和他无关。“大哥，下午和你说晋王的话时，觉得十分可笑，而现在，我觉得更可笑了。”“阿云。”唐伯欣面色难堪。“大哥，我宁愿相信自己脑子发热，做出偷盗之事，都绝不相信你会贪墨银两，除非为了我。”“没有，这件事情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揽，和你没有分毫的关系。”半晌后，他像是做了什么决定一般，对着唐明帆重重叩首。“爹，儿子不孝，请您立即决断，把儿子逐出家门。”唐明帆嘴唇哆嗦着，已经说不出话来。“大哥，事到如今，爹已经气成这样，还换不回你的一句实话吗？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但是当年我自己为了10两银子，把自己卖到花船上，又未婚生子，再错还能比我错的更荒唐吗？
当年你和爹无条件的护着我，为我安排好一切，重新再来。现在你有事，为什么不肯说出来，一起想办法？你这是在拿着刀子往我们心上插。把你逐出家门容易，爹怎么办？玲玲怎么办？你将来怎么办？大哥，算我求求你，你说句实话好不好？唐竹云说话间落了泪。有前身的记忆，他知道唐伯兴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前身承受了多少不该承受的压力。唐竹云擦了擦泪，看向唐明帆：爹，朝廷律法贪墨这么多银子会如何？唐明帆无力的道：重则斩首，轻则流放千里。儿子不孝，儿子不孝，日后还有阿云照顾你，就让阿云招赘吧。现在的阿云，我很放心。阿云，够了，都到现在了，你还不肯说出真相？好，我不问了，我去找靖王。不准去！父子俩几乎异口同声。唐竹云看着唐伯兴，冷笑连连：我接下来如果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，出了任何事情都是你害的。我做不到不管你，我也不会后悔，但是希望你不要自责。我欠你的，这次一并还给你。天亮我就去找靖王，要杀要剐，要我的身子，要我的命，我都给他。夜深了，我回去睡了。说完，唐竹云转身就往外走，眼神坚毅，背影决绝。1、2、3，他在心里默默念着。果然，他刚数到5，就听到唐伯兴颓然道：阿云，你回来。我说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但是证据确凿？唐伯兴点点头。唐伯兴说，有人用他的印信打着各种旗号支取银子，数目达到了数千两之多。那你的印信到底是如何保管的？唐明帆怒道：从小我就告诉你，那是和命一样重要的东西啊！儿子愚钝，到现在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。但是儿子知道，这件事情凭现在的证据已经能够完全定罪。爹是大理寺卿，大哥，你既然没做过，你怕什么呀？正是因为我是大理寺卿啊，所以这件事情既然证据确凿，就不能再翻案，否则别人就会质疑我滥用权力呀。唐竹云心想，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啊，气死他了。伯欣啊，你起来。微微一笑，面上已经有了决断之色。不，唐伯兴已然看穿父亲的用意。儿子宁愿死，也不要您放弃大理寺卿的位置。爹，您清醒一些，不能我们父子都栽进去，还有阿云和琳琳需要人照顾。只要您割舍我，大义灭亲，皇上还会像从前一样信赖您的。唐竹云忍无可忍：大哥，你这主意可真是好啊，你快闭嘴吧你啊！唐伯兴愣愣地看着他，感觉到他的唾沫几乎都飞到了自己脸上。他从来没见到妹妹如此泼辣，却又如此让人倍感温暖的一面。第二天早上，唐竹云也照常做了丰盛的早饭，给唐明帆带去上朝。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好啊！唐明帆连连道。唐伯兴有些憔悴，显然一夜没怎么睡，吃早饭的时候也心不在焉。琳琳都看出来了，小心翼翼的道：爹，您生病了吗？你爹没事，就是有点脑残而已。他这算靠山山倒吗？你今日小心些。唐竹云低头吃饭，不搭理他。他怎么都没想到，兄妹俩互换角色这么快，现在高冷的变成他了。吃过饭，唐伯兴去吏部，唐竹云叮嘱秀儿照顾好琳琳，自己去了晋王府。王爷有请。狗腿子看了他的模样，充满了戒备。毕竟能让王爷不上朝等着的女人，唐竹云还是第一个。
宋景阳仿佛看到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就要扣到王爷脑门上。靖王带着唐竹云来到花园的凉亭里。在这里谈话，你是不是放心些？恐怕担心的是王爷吧，我这样声名狼藉的人有什么可怕的？靖王没有和他斗嘴，直接正题道：你大哥的事情你怎么看？我能怎么看？睁大眼睛看，到底是人是狗呗。唐竹云冷笑：王爷时间宝贵，还是开门见山吧。他非常怀疑这就是靖王给大哥挖的坑，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你医术不错，帮我救个人，只要他没事儿，你大哥就不会有事。竟然是奔着他来的。先说你怎么帮我大哥，毕竟那些支取银子的印信确实是我大哥的。靖王负手而立，背影高大魁梧。我管金陵卫，有变异行事之权。唐竹云一惊，金陵卫那不是皇上的私卫吗？大概是唐竹云眼中有怀疑之色，靖王袖中一抖，一块金牌落到了手中，送到了唐竹云面前。唐竹云看着金牌，看看上面4个字，心里忍不住想：大哥，你糊弄鬼呢？王爷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不识字，但是我会查数。这是4个字，请你告诉我，金陵卫是几个字？靖王面无表情的道：多读书，少相信女子无才，便是得那些鬼话。这是如朕亲临。你骗我？你说呢？不能，靖王不能拿着这个骗人，传出去这是死罪。不知者不为罪，真假跟我也没关系。刚才说到哪里来着？我可以说是我调查吏部，让你大哥做内应。卧底、诱饵，总之无论什么都可以很好的解释。只要一搬出金陵卫，就没人敢智慧了。你会永远拿着这件事情胁迫我为你所用，是不是？并不会，因为很快就会有人查到你大哥头上，等不到永远。唐竹云松了口气，或许可以试试。现在就治，给你1个月的时间治好。1个月后，他们的银子还得补回去。倘若你达到了我的要求，这笔银子我替你出；如果达不到，那就是他确实他没了，和我无关。威胁，如此赤裸裸的威胁，长得人模狗样，就是不干人事。我要看看你女儿再说。唐竹云扬起下巴：可以，跟我来。靖王大长腿走得很快，唐竹云小短腿在后面跑啊跑的跟着，心里把靖王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可是从凉亭下来是下坡，他一时不察被绊倒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华丽丽的向前摔倒。唐竹云后知后觉地发现他手里扯着一块布，准确地说，他扯下了靖王的裤子，现在钻到了靖王的袍子里，研究他腿毛。他还是再穿越一次吧。唐竹云疯了，然后他听到靖王咬牙切齿的声音：把我裤子还给我。唐竹云非常相信，此刻靖王想咬掉他一块肉。王爷啊，你们王府这草养的都和别处不一样啊，我得好好研究一下。这时候狗腿子来了，怒斥道：唐竹云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竟然闭嘴，退下。靖王怒气冲冲：狗腿子，请问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就你这眼力劲儿，能活到现在都不是祖坟冒青烟了，你们家祖坟呐，那简直是浓烟滚滚。你还想在这里趴多久？唐竹云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，假装无事发生，雄赳赳气昂昂地下了山坡。床上躺着个小姑娘，唐竹云一眼看过去，心都要被融化了。小姑娘和李林年纪相仿，长长的睫毛又黑又密，
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，水光潋滟。父王，靖王面上的冷霜褪去，面色柔和了不少。嫣然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父王，我没有不舒服，只是有点想出去透透风，晒晒太阳。等你病好了就能出去。乖，今天我找了个大夫来替你看病，你一定能好起来的。嫣然看向唐竹云，是这位姐姐吗？唐竹云乐了，虽然这样有被靖王占辈分便宜的嫌疑，但是他年轻，他乐意。是我。唐竹云上前，正在这时，一个穿着海棠色红裙的丫鬟端着碗黑乎乎的药进来。见过靖王。靖王冷冷道：把药端过来。王爷，让奴婢来吧。丫鬟上前跪在靖王面前，恰到好处的露出抹胸里的一抹春色。靖王没有理他，拿起药来，另一只手要去扶嫣然，显然已经很熟悉这样的场景了。嫣然像是给自己打气：父王喂嫣然，嫣然不怕苦，一点都不苦啊。哎呦，这个小可爱简直比琳琳还可爱。先不用喝药，我替他诊脉。等他吃药之后。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，有用吗？唐竹云冷笑：王爷既然请了我，是不是该遵照我的医嘱？放肆！在王爷面前，你怎么敢这么放肆？我放肆，自然是有自己放肆的资本。不信你也放肆试试。忽然从托盘上拿起帕子，往他胸前塞了进去。下次卖什么呢？得先有资本。丫鬟面色瞬时红成了一片。下去。奴婢怕姑娘一会儿找奴婢。说话间，他看向嫣然，嫣然眼中分明有慌乱之色。父王，我要红袖，我要红袖。你到一边站站。红袖眼中闪过得意之色。唐竹云温和地对嫣然道：把手腕伸出来，让姐姐给你看看，咱们不吃苦苦药，嫣然不要害怕。嫣然展然一笑，眼神温柔：我不怕苦的，姐姐。乖孩子。靖王这样的大魔头能生出这么招人心疼的女儿，绝对是基因突变。怎么样？嫣然的身体怎么样？没事。唐竹云把嫣然的小手放回到被子里，动作轻柔。没事儿。王爷拔高了声音，分明怀疑他在信口开河。那么多太医看时都说嫣然病得严重，还说她可能活不过10岁。而且嫣然羊角风发作的时候确实厉害，每次都是生死之间徘徊。现在他和他说没事。红袖激动道：王爷，这分明是个庸医，他是个江湖骗子。唐竹云站直了身体，一会儿看看靖王，一会儿看看红袖，嘴角噙着冷笑。靖王隐约猜测他是被指认成江湖骗子不高兴，所以冷声道：红袖退下。奴婢不放心，姑娘是奴婢一手带大的，奴婢……滚！他实在克制不住了，才口吐芬芳。红袖委屈万分，还想解释什么，就见靖王一个冷冽的眼神扫过来，顿时不敢作声，委委屈屈的行礼后退下了。滚！有多远滚多远。躲在门外算什么滚？你适可而止。那是从嫣然小时候就伺候他的丫鬟，也是这个院子的管事。那是你瞎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胸真小。他突然怀疑自己觉得嫣然没什么希望，所以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唐竹云身上的选择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？你也出去啊，带着这屋里所有的人都下去，我要单独给嫣然看。你想搞什么鬼？是你请我来的，王爷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的道理你还不懂吗？我说我能治，至于你信不信那就随便了。靖王犹豫片刻，对嫣然道：你放心，父王就在外面，他不敢对你如何，否则
父王就扒了他的皮。扒了他的皮？难道是因为刚才他扒了他裤子？唐竹云现在想起这件事就乐。嫣然，把衣服脱下来好不好？不要脱嫣然的衣服，嫣然很乖的。唐竹云心里酸涩难忍，却还是耐着性子哄他道：姐姐不动你啊，姐姐等着你，嫣然自己慢慢来好不好？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。嫣然瞪大眼睛看着他，满脸的不敢置信。唐竹云说：我帮你杀了红袖。嫣然吓得瑟缩了一下，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好像在探究真假，然后又充满了惧怕。乖，我知道他对你不好，是不是？嫣然眼中忽然涌上泪来，双手无意识地用力抓紧床单。唐竹云看他这般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刚才他一进来就觉得有些不对，关键是他给嫣然诊脉，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严重的先天性或者后天疾病。嫣然是个孱弱但是非常健康的孩子。看在嫣然还在犹豫，唐竹云又道：如果我骗了你啊，就让我变成小狗，汪汪汪。嫣然被他逗笑，短暂放松，然后又犹豫了很长时间。靖王在外面等得有些不耐烦，敲敲门道：好了没有？闭嘴，你行你来啊。对于一个胁迫他的人，他全然没有客气的自觉。嫣然惊讶地看着唐竹云：你看，你父王就是纸老虎，他可怕我了，否则你看我骂他，他是不是都不敢吭声？靖王在外面把他的话听得一清二楚，面色阴沉。嫣然忽然笑了，然后掀开被子，慢慢解开了自己的衣裳。在大腿内侧，唐竹云找到了很多针点痕迹。果然如他所料，唐竹云把嫣然抱到怀中，眼眶也红了。傻孩子，这世上有多么美好纯真的孩子，就有多么恶心扭曲的变态。嫣然把唐竹云的外裳都哭透了。唐竹云给他穿好衣服，把他一把抱起来：走，咱们出去。嫣然紧紧抓住他的衣襟：不要怕，今日就是那贱婢的死期。靖王见他们出来，神情有些凝重，上前道：怎么回事？让人把红袖抓住，打死。唐竹云几乎咬碎一口银牙，眼神凶狠。靖王现在也看出了问题，沉声道：宋景阳，把红袖带进来，本王有话要问他。王爷，姑娘身体娇弱，怎么能出门呢？万一染了风寒呢？靖王看了唐竹云一眼，示意他说话。王爷，打到他说为止。他不会让嫣然出来指证，嫣然只是个孩子，对受到的伤害心有余悸。王爷，请您替奴婢做主，奴婢对姑娘忠心耿耿，姑娘根本离不开奴婢。王爷面上露出短暂迟疑。嫣然，你和父王说，你要红袖，还是要唐竹云？就是现在抱着你的人。你好大的脸啊！姑奶奶是你要得起的人吗？嫣然死死抱住唐竹云，既不松手，也不肯抬头，恨不得把头埋到唐竹云胸里。靖王又看向唐竹云：你说他虐待嫣然，如果我没猜错，给嫣然洗澡贴身伺候是不是都是他？他是不是从来不许别人近身伺候？他是不是说嫣然只喜欢他？拙劣，太拙劣了。可惜靖王这个蠢货完全没有发现。王爷明鉴，奴婢对您对姑娘都是忠心耿耿。掌嘴！宋景阳上前立刻给了红袖2记耳光，打得他跌倒在地。继续，今日不打死他，嫣然永远不敢说真话。你看看嫣然，这是喜欢他的样子吗？亏你还是王爷，就是市井渔民也不会被欺骗成这样。我告诉你，嫣然什么病都没有，嫣然所有的病都是他捏造和造成的，嫣然身上的累累伤痕也都是出自于他之手。院子里的所有人都被震惊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可是嫣然病情发作的时候，我也见过几次。你说的是羊角风？小孩子发烧的时候很容易抽，那原本就是正常的。但是所有的大夫，包括太医，都说嫣然体弱，
要好好将养。体弱就是不能下床，不能出门吗？王爷信不信？你现在说你腰疼，太医就能说你肾虚。小孩子头脑发热太正常，作为大夫，尤其是给这种得罪不起的人看病，往严重说是常态。嫣然抱着唐竹云的脖子嚎啕大哭，这次是哭出声的，全身颤抖的大哭，哭尽了所有委屈。靖王心里有很多疑问，一直以来他对嫣然都很伤心，因为他身份的问题。可是当初嫣然非常依恋红袖，而且红袖还是嫣然之前从家里带来的丫鬟，所以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红袖。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的，他竟然是个睁眼瞎。好了，嫣然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，不怕了，不怕了。把嫣然给我。靖王上前道，然而嫣然说什么都不肯松手，不管任何人说什么，他都死死抱住唐竹云的脖子，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不松手。这也不行啊，他还得回家呢。最后靖王开口让他把嫣然带回家。带回我家？唐竹云瞪大眼睛。银子。靖王直截了当。唐竹云为了5斗米折腰了。这是晋王的女儿。唐家3个男人看着坐在唐竹云膝上不肯下来的嫣然，都有些惊讶。说好的去和晋王谈判，怎么把晋王的女儿拐来了？这谈判是成功还是失败了？爹，大哥，晋王的家事咱们就不管了，我也尽力对得起良心了。唐竹云还是很清醒的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晋王的话可信吗？可信。父子俩异口同声的道，然后相对感慨。原来晋王掌管金陵卫。那大哥这件事情算是化解了？唐伯欣点头，眼神愧疚而感动。这次多亏了妹妹，我实在是无地自容。大哥，你说这些话做什么？唐竹云有几分不好意思。姑姑，你是不是想嫁给靖王？不可能，想什么呢？那你把他带回来，是不是为了讨好靖王？他指着嫣然。唐竹云一时语塞，他总不能说嫣然是自己死皮赖脸非要来的吧？姐姐，你要嫁给我父王吗？嫣然说了来之后的第一句话。什么时候嫁？明日吗？求求了，你们2个别捣乱了。再说下去，他今晚就得和靖王洞房花烛了。第一，我不恨嫁，我不想嫁人。唐竹云有气无力的道。第二呢，就是哪天我想不开要嫁人，也绝对不会嫁给靖王。要不我就自戳双目。站在厨房门口的靖王刚抬起的那只脚又落到了厨房外面，他还是不进去为好。看见嫣然在这里很好，他就放心了。他去见唐明帆父子。靖王脸皮厚，心理素质那叫一个好。无论唐竹云怎么白眼相对，后者还是风雨无阻来蹭饭，还美其名曰看女儿。问题是，你女儿看你吗？离开了靖王府，嫣然对他根本就不亲，甚至抗拒和他说话。唐竹云心里猜测，多半是红袖用手段逼他讨好靖王，所以现在他才这么叛逆。对了，红袖怎么样了？某次唐竹云偷偷问狗腿子宋景阳，宋景阳一脸高冷，无可奉告。那我问王爷便是。果然，宋景阳眯起眼睛，恶狠狠的道：我告诉你就是，不准去勾引王爷。他被拔了舌头，打断了手脚，送到了边关红帐里。吓唬吓唬这个女人，看她还敢不敢嚣张了。好龟子。唐竹云府长赞道。唐竹云又问：啊，你能不能老实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总往我身上看啊？你休想跟着王爷。你不让我跟着王爷，想让我跟着你啊？宋景阳气到原地爆炸。谁要你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肚子里怀着别人的孩子。姑姑，你肚子里有孩子了？凛凛从屋里出来。有个粑粑。
唐卓元白眼快要翻出天际。学什么不好，你学狗叫。以后晋王府的除了嫣然都不许理会，知道吗？凛凛面上露出为难之色。姑姑，王爷其实挺好的。晋王走来，而且他貌似很闲。嫣然只缠着唐竹云，晋王只能辅导凛凛写字什么的，两人关系倒是一日千里。姑娘，您出来一下。等等，我给琳琳看看再说。不行啊，您快出来。唐竹云搁下笔，困惑的道：干什么呀？秀儿这才凑到他耳边，神神秘秘的道：姑娘，清风来了，奴婢看他是改变了心意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啊。奴婢刚才已经把您的屋子收拾好了，这就带着少爷和姑娘出去。说完，不等唐竹云反应过来，他已经风风火火的进屋，很快带着他们两个像踩了风火轮般出了门。这个秀儿搞什么呢？秀儿一走，外面有个男人走了进来。唐竹云看到他就想起了，这是前身求而不得，反而被嘲笑奚落的那小官。唐姑娘，久违了，清风给您请安。找我干什么？唐竹云开门见山地问。他总算知道秀儿的反应是为了什么，原来这傻子是给自己和清风腾地方。可是他是那种人吗？之前得罪了唐姑娘，清风一直心中愧疚，所以今日特意登门道歉。说人话。这清风就是个势利眼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唐姑娘，今日我来就是向您道歉的，无论您怎么处置，清风都绝无二话。那我让你滚。唐姑娘，你舍得吗？然而下一刻，还没等唐竹云反唇相讥，他忽然拉开腰带，他身上一块布料都没有了。我勒个去，古人这么会玩的吗？唐姑娘，清风今日是您的，您想对我做什么都行啊。啊，等等，你等等。唐竹云伸手制止他。唐姑娘，清风都听您的。真的都听我的？清风点点头，笑得一脸恭顺。那好，你等着。说完这话，他进厨房取了一把菜刀出来。清风看着他竟然步步逼近，一脸惊慌。这个女人是个疯批。唐竹云看他变了脸色，就觉得好笑，一边往前逼他，一边道：啊，别动啊！你不是说今天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吗？我今天就想给你一刀，真的。乖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晋王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赤裸裸的男人，被举着菜刀的唐竹云逼得几乎没有退路。他几乎怀疑自己犯了癔症，这事情是人能干出来的吗？唐竹云。唐竹云讪讪地收起菜刀。嫣然出去玩了，不在家，你出去找人吧。晋王把拳头握得咯咯作响，他竟然敢把两个孩子支出去，光天化日之下和男人这般。晋王深深看了他一眼，目光如锋刃般凌厉，随即转身拂袖而去。他怎么昏了头，能把嫣然交给这样的女人？他从前的那些名声，他明明都知道，是什么让他迷了眼？咱们的事情跟他没关系。来，我有桩很好的买卖要和你谈谈。清风腿都软了。晋王竟然是传说中那个不近人情的黑面晋王。清风哪里还有心思谈什么买卖？唐姑娘，您能不能当我今天没来过？要是你和我合伙做生意，那就是我的合作伙伴，我当然会保着你啊。清风无奈，今日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可是现在除了答应，他还能怎么办？行，过几日我让人送给你。清风只求脱身，连连答应。唐姑娘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不可以。今日他这是被赖上了吗？你还没说今日的来意呢。其实是这样的，长阳侯府的五公子醉酒打死了个人，使了银子
想让京兆尹轻判，可是这案子还得大理寺再审，所以京兆尹不肯答应，却松口说只要唐大人这边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那边就敢轻判。哦，许了你多少银子啊？1万两。唐竹云顿时惆怅，做个贪官多好啊，随随便便欠晋王的债就还清了，哪里用这么费劲的卖补肾药丸？嫣然是哭着回来的，跑进来就抱着唐竹云的腿，哭得浑身发抖。啊，不哭不哭，哭的时候咱们嫣然就不好看了。嫣然抽抽搭搭的道：姐姐，我不要回王府，就算你也去王府。唐竹云立刻明白过来，刚才他的非分举动让晋王觉得不能把女儿交给他这样的人。没有的事儿，没人强迫你回王府，你在姐姐家不住的挺好嘛。凛凛指着晋王：姑姑，都是他非要把嫣然带走。好啦，谁也不会带咱们漂亮嫣然走，跟凛凛哥哥出去玩，姐姐跟你父王谈谈好不好？等2个孩子出去后，唐竹云指着椅子道：王爷，要不要坐下说？王爷坐下，宋景阳自觉站到他身后，面色冷峻。王爷要带走嫣然，如果是因为今天你撞见的事情，那我可以解释一下。说。我说我找他是为了卖药，王爷信吗？哼，卖药？你是不是还要告诉我，他拖成那样，是在试药？试药倒是没有，但是确实启发了我。唐竹云大言不惭的道：我看他肾虚，然后觉得可以给他卖药。肾虚原来得这样看。哼，这个个人本事。嫣然现在的状况虽然没有大问题，但是身体很弱，我觉得王爷为他好呢，就暂时把他留在我身边，然后看着你青天白日和男人苟合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跟男人苟合了？眼睛不好赶紧去看大夫。你说呢？哼，唐竹云，本王的忍耐也是有限的，嫣然总有好的那日。从现在开始，只要嫣然还在你身边，你想找男人，那就藏好了，别让我发现，否则我就杀了那男人，不管是谁。唐竹云笑得高贵冷艳。现在我就看好王爷了。有本事你自杀呀！宋景阳涨红了脸。你不要脸！晋王在这里吃瘪，心情自然不好。宋景阳看他黑得化不开的脸色也愁，试探着道：王爷，您先忍耐一二，谁让姑娘就喜欢他呢？属下觉得当务之急是稳住唐竹云，让他不要再乱来。有话就直说，少绕圈子。是，属下的意思是，他不就是喜欢男人吗？那就给他找个男人，稳住他。这个男人啊，最好听您的，越忠诚越好，而且要长得俊秀，能让唐竹云喜欢。晋王看着他若有所思。本王觉得可以一试。宋景阳嘿嘿笑了。那这人选，我看你就很好。宋景阳差点晕倒，结结巴巴的。这个属下真不行。你从小追随我，对我忠心耿耿，我觉得你最合适。宋景阳扑通一声跪下。属下愿意为王爷赴汤蹈火，只是这，而且这属下还是童子身，不能被他糟蹋了。晋王被他逗笑。起来吧，逗你玩的，我还舍不得。王爷，属下有个人选。死道友不死贫道，宋景阳拼了。长治。晋王微微蹙眉。对呀，他最近不是和王爷关系不错吗？而且您想，他跟着唐大人那么久，唐大人也放心啊。宋景阳极力推销长治，晋王当真立刻去问了长治。长治一听直摇头。那怎么能行啊？我可是有相好的呀。长治在八大胡同里和个老鸨勾勾搭搭很多年了。唐竹云，你不考虑啊？呵呵，王爷，您开玩笑了，我算哪根葱啊？我能考虑得起
唐大人的爱女啊。总之，靖王碰了一鼻子灰。晚上，靖王刚刚准备睡下，忽然听到秀儿敲门。王爷，您快醒醒，嫣然姑娘发烧了。靖王去看嫣然，嫣然发着高烧，一直说着胡话，嘴里喊着：姐姐，我不走。这下你满意了？这样的人也配当爹？靖王没有说话，看着他一边骂人，一边温柔地照顾嫣然。李宁揉着惺忪的睡眼进来。姑姑，嫣然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回去睡觉。她就是白天受了惊吓，有点发烧。姑姑，明日嫣然能好吗？得休息几日呢。那端午节她能出去看划龙舟吗？我答应过她，带她一起去的。端午没事的，你快回去睡觉，别到时候把你给熬坏了。那我在这里睡吧。嫣然生病了，一定很难受，我陪着她。好，床很大，唐竹云让他躺到里面，替他盖好被子。他这次会不会发病？不会。唐竹云心里有数，没好气的道：你也不看看谁在这里照顾。嫣然只是受到惊吓，2天之后就活蹦乱跳，歪着手指等端午。唐竹云找靖王要东西。马上端午了，我打算给2个孩子每人做一件衣裳，布料和工钱你得出。哼，怎么不找你姘头要？唐竹云反唇相讥：我这不是在要了吗？你怎么就许你污蔑别人，不许别人污蔑你？唐竹云毫不客气的道：嘲笑，要不要脸了？女儿养不起就送给我，穷酸样子。靖王被呛得面色铁青，当即让宋景阳回府取了10几匹缎子来，恨不得直接砸到唐竹云身上。唐竹云看着那些名贵的缎子，哎呀呀，这也太精美了。牛角牡丹。唐竹云皮笑肉不笑的道：狗拿耗子。唐竹云毫不客气的给全家上下都做了新衣裳。这料子很贵重吧？哦，靖王殿下非要送的，这不是嫣然在吗？哎呀，王爷呀，果然随皇上啊，都周到体贴。皇上昨儿召见我，说端午赏赐别人的都是香囊粽子之类的，觉得我用不上，直接赏了我500两银子。好皇上啊！唐竹云两眼放光。那爹，银子呢？我觉着吧，现在家里吃喝都不缺钱，哎，就分给了大理寺里那些贫困的下属，让大家都好好过过节。唐竹云快要心梗了，达则兼济天下，穷成这样却接济人家。阿云呐，你这身衣裳真好看呐，这5幅扣子心思也巧，今日啊是要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就是……你有话直说。他心疼银子，心情不太美好，听得支支吾吾。哎，今日皇上啊，携后宫及文武百官与民同乐，你就是有看上的人呢，回来之后私下和爹说，可千万别……这是怕他发病。唐竹云无奈的道：知道了。哎呦，这不是那个京城赫赫有名的女花痴吗？哎呀，这是看他今日出门没带刀吗？可是他带了嘴啊。唐竹云对2个小崽子道：乖乖坐在这里啊，看我怎么去打妖怪。姐姐，让我父王帮你，我父王很厉害的。放心吧，姑姑肯定能大获全胜。唐竹云转身，像变脸一般，顺势从温柔变成了皮笑肉不笑。哎呀，我还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京城赫赫有名的穷酸呢。一个是老朋友阮安若，另一个是他的堂姐阮安华。阮安华冷笑：呵呵，要说穷酸，谁敢排在大理寺卿前面？你借印子钱的事情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就算借印子钱，也是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
不像有些人呢，去趟阮府恨不得把地皮刮一层带走。四周的贵女已经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你猜你好妹妹怎么说你啊？别人都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，我这姐姐呢却是糖公鸡，一定要摘下来别人的毛才肯罢休呢。阮安华不由看向阮安若，阮安若悬然欲泣。姐姐，我怎么可能这么说你呢？阿云，你不能这般挑拨离间，就算上次我坏了你和靖王的好事，也是为你好啊。还提靖王呢？唐竹云满嘴跑火车。安若，我那不是为了你去求靖王吗？希望靖王把你收了，免得你痴迷表哥，让你娘生气，那可是大不孝啊。来啊，互相伤害啊，光脚的还怕穿鞋的。唐竹云大获全胜，神清气爽。来了，孟姑娘来了。听见这样的声音，众人就不看他们热闹，转而去看那位孟姑娘了。嗨，你没听说了吗？上次赏花宴呢，其实孟姑娘该去的，只是她生病没去，所以后来靖王妃也没定下来。我娘也这么说的，说靖王妃这个位置多半给孟姑娘留的。那孟姑娘岂不是很可怜？靖王那样的，真的好可怜。唐竹云一听有瓜，还是靖王的瓜，就立刻像一只上蹿下跳的茶。哇塞，真是个美人！唐竹云一下子想起了小龙女。没错，就是小龙女，那种高贵疏离的美。唐竹云甚至生出妄想，要是能把小姐姐拐成自己嫂子就好了，配给靖王，那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正胡思乱想间，牛粪也出现了，是嫣然注意到的。她激动的道：父王，是我父王！唐竹云仰头看天，打算假装不认识嫣然。姐姐，你看我父王嘛！唐竹云想去死一死，现在不能再装不认识了。唐竹云尴尬的笑了笑。看到了。你看，父王也在看你呢，姐姐。唐竹云真想捂住他的嘴。那是看自己吗？那是看你，看他自己女儿呢。嫣然，饿不饿？唐竹云赶紧拉住他的手往座位走去，想要岔开话题，没想到刚回去坐下，唐竹云听到一个柔和的女声：“是唐姑娘吗？”“是我。孟姑娘，你有事啊？”话刚出口，他就反应过来，孟雨兰大概也是自己听到或者听别人转述了嫣然的话，所以过来试探的吧。他忙道：“孟姑娘，你别误会啊，嫣然生病，在我家里调养而已。”孟雨兰淡淡的道：“我误会什么？靖王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不知道是不是唐竹云的错觉，他觉得孟雨兰有些失望。然后孟雨兰和他寒暄几句，还说欢迎他以后到府里做客，然后带着丫鬟回到了他的位置上。唐竹云一头雾水，这都什么和什么呀？有个宫女过来道：“唐姑娘吗？王爷让您带着嫣然姑娘过去。”“我不去啊，嫣然怕生，不想过去。”嫣然虽然小，但是察言观色本是一流。“你告诉父王，我不去。”唐竹云松了口气，好孩子。可是宫女面上却露出为难之色，其实是皇上要见您。于是他灵机一动：“让凛凛哥哥带你过去好不好？”嫣然立刻点头如捣蒜。靖王瞥了一眼躲在侍卫后面装鹌鹑的唐竹云，然后带着2个孩子去给皇上请安。老六啊，你这是从哪儿给朕又变出来一个孙子呀？我看着怎么有点眼熟啊。唐明帆站起身来行礼：“皇上，这是老臣那个不成器的孙子。你这老家伙，这是怕朕跟你抢孙子呀？来呀，你们2个啊，都到朕这里来。”多谢皇祖父，嫣然的病已经被唐姐姐治好了。唐姐姐？唐明帆一脸得意：“正是小女，你那个以前总操心的女儿。”
回皇上，正是每日起早贪黑，操持家务，孝敬老臣的女儿。皇上哈哈大笑。哈哈哈哈！你这是挑朕的理呀！我说看着琳琳这么眼熟，眉眼间呢，不和你有几分相像？好孩子，日后跟你祖父一样，清正廉明，明镜高悬，做个好官。唐多铭记皇上教诲。好，好，好，滕爱卿啊，你这孙子很好啊！王府，赏他文房四宝，再把朕刚得的那方鸡血石印章料子给了他，再给他一包金银克子，留着玩儿。林哥哥真厉害，皇祖父都夸奖你了。皇上看着他笑了。哎，嫣然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朕赏赐的又不是你。嫣然脸红，低头却还是在笑。看着你现在活蹦乱跳，朕也着实高兴啊。王府，赏嫣然，赏唐竹云，小女竹云。唐明帆接口道。皇上被他逗得大笑。哈哈哈哈！你呀你呀！皇上既然赏赐了东西，唐竹云想装鹌鹑也装不了了，上前规规矩矩地给皇上磕头谢恩。回去后，他偷偷对两个孩子道：“多吃，少说话。”这种场合求不出头。很快，阮安若走了过来，假装亲密：“阿云，这些天好久没有去找你。今日又险些误会，我想着你心思重，恐怕一直得记着，所以过来跟你解释一二。”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他小心眼呗。阮安若，要是来了刺客，我一定让你挡在我前面。阮安若的笑容有些尴尬。我要是真的有刺客，我肯定保护你。我们是朋友啊。你也不会有事的。就你这脸皮，砍3刀都不见血，你信不信？反正我是信的。周围响起了一片笑声。阮安若面红耳赤，他却坐在那里，明明很近，却让人觉得他很远。这大概就是谪仙和凡人的区别吧。孟姑娘，原来您在这里，让奴婢好找。太后娘娘召见您，皇后娘娘、德妃娘娘、齐妃娘娘都在。一会儿我再来寻你说话。不必，大可不必，我远远欣赏姐姐风姿就足够了。这相顾无言，不尴尬吗？他含着热泪看着孟雨兰走远。姐姐，我不想让她做我母妃。唐竹云能说什么？没事啊，以后王府住的不开心就来找姐姐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你不能嫁给我父王呢？唐竹云惊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。小可爱，咱们不带这样恩将仇报的。因为嫁了你父王，我就见不到姑姑了。玲玲哥哥也可以一起来啊。那我就是拖油瓶。唐竹云差点笑喷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饿死我了，快告诉我哪个点心好吃啊？嫣然忙捡了点心送到他嘴边，琳琳则把自己的蜜水给他喝。唐竹云左拥右抱，好不得意。哎，他来了，快坐远一些。咱们去更衣。千万别流露出来，毕竟他男人可是。谁来了，这么遭人嫌弃？唐竹云抬头，便看到一个20多岁的妇人，穿着不甚得体的衣裳走过来。姑娘，这旁边有人坐吗？没有，请坐。唐竹云笑道。恕我眼拙，没有认出来夫人是哪家的。我夫君是汪福。汪福？那不是皇上身边那个大太监吗？怪不得众人对他态度如此。啊，原来是汪夫人啊。唐竹云笑道，招呼他吃点心。汪夫人很意外他的反应，局促道：我还是不坐这里了，免得给你添乱。没事，夫人还不知道我是谁吧？他的名声狼藉，说出来还不知道谁给谁添乱呢。没事，总之您不嫌弃就坐这儿吧。过了一会儿，孟雨兰回来了，面色很是不好。没用多久，唐竹云就知道为什么了。
爹，大哥，怎么回事啊？阿云呐，你别激动啊，正式的圣旨还没下来，这件事情啊，恐怕还有变数。爹，不必这么谨慎，您这么一说，阿云该茶饭不思了。算了，老天，你还是逼死我吧！你生无可恋，全世界却觉得你如愿以偿，这参差让人怀疑活着的意思。虽然是侧妃委屈了阿云，但是当年，再说孟国公府那位姑娘素有贤名，不会欺负阿云的。父子俩半晌后，在唐竹云的反复解释中，终于明白了，他是真的不愿意。爹，大哥，我回去了。等他离开之后，唐家父子两个又陷入了唐竹云到底是真的不愿意嫁给靖王，还是装的不愿意这个艰难的讨论之中。唐竹云不知道父子俩的纠结，专心致志闭门造车，不，闭门造药。爹，阿云这受了刺激了？我明天早上还能带饭吗？可这关乎到他的面子和肚子，很严肃的问题。哎呀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呐！阿云真是把我们都惯坏了。唐竹云忙到了下半夜，实在熬不住了，趴到床上就呼呼大睡。靖王，你也有今天。本王怎么了？你混蛋呗！下一刻，他就觉得脸上一疼，像是被人狠狠拧了一把，疼得他美梦都做不下去。唐竹云反应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，这个混蛋半夜闯入了他的房间。你干什么？需要麻烦你跟我走一趟，现在就去。我为什么？也行吧，但是你把话说清楚啊。唐竹云伸手接过靖王手里的100两银票，揣到了荷包里。帮我去救个人，很紧急。那还不赶紧走？不行，我得告诉我爹一声。半夜别吵唐大人了，事后我会向唐大人解释清楚。行，说吧，救谁？孟雨兰。你把她怎么了？唐竹云下意识的道，一脸嫌弃和戒备。跟我走。靖王气场变了，浑身散发出冰冷的气息。出门之前，唐竹云还是和秀儿说了一声：姑娘，您放心去吧，不着急回来，奴婢帮您遮掩。真的，这丫头丢进垃圾桶里都没人捡。唐竹云气得不想说话，又着急救人，跟着靖王匆匆出门。车呢？只有马，救人如救火，委屈你了。见到靖王进来，孟国公携家人上前行礼，羞愧道：都是老夫管教不严，竟然出了这种事情，还望王爷恕罪啊！先看看孟姑娘情况，可请了大夫？这件事情是家丑，传出去对王爷名声怕是也有影响，所以并没有敢请大夫来，一切等王爷定夺。唐竹云听了这话，简直出奇的愤怒了。孟雨兰不还是你的女儿吗？就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现在不还是没嫁吗？要是孟雨兰真有什么急症，现在黄花菜也凉了。你进去看看，我就不方便进去了。唐竹云提着裙子噔噔噔地跑进去。唐竹云愣住了，孟雨兰她这是上吊了。他不敢耽搁，上前道：我是大夫，让我来给孟姑娘看看。我没事的，死不了，倒是要惊扰你，让你半夜3更跑一趟。唐竹云松了口气，一屁股坐在脚踏上，看着他了无生气的脸，忍不住了：姐姐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？你知不知道啊？吊死的人舌头伸那么长，多难看啊！两行清泪从孟雨兰眼中流出，从她眼中，唐竹云看出了深深的绝望。雨兰，没事啊，麻烦唐姑娘和王爷回禀一声，就说她没事，以后我们也会看好她的。王爷面前还请唐姑娘美言几句。娘，您先回去歇着，
我有话想和竹云说。孟国公夫人很不放心，却拗不过女儿，只能带着丫鬟一起出去。打扰你休息了。我没事啊，只是我想不明白，姐姐这般人物为什么会如此想不开啊？像我这般声名扫地的，不也还在努力活着吗？因为我不想嫁给靖王。汤竹云无语，靖王这混的实在是千夫所指，万人所憎。即将被赐婚的两个女人，一个想着恶疾缠身逃婚，另一个更干脆了，死给你看，就是不嫁。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靖王人品如何，但是我和他有限的接触来看，他还算讲道理的人，也不像外面传言的那般暴戾自私。姐姐啊，要不你再了解了解？靖王就是敌仙，我也不想嫁。我不嫁给他，不是他不够好，而是我心里有了别人。汤竹云没想到会听到这么劲爆的消息，但是当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秘密，这就不是吃瓜，这是吃炸弹，随时炸得自己一脸血。可是孟雨兰大概太想倾诉了，她继续说：我今年19岁了。啊，我20，可是还是想叫你小姐姐。从13岁到19岁，这6年来我拒绝了无数的婚事，只是为了等他。可是到头来，到底敌不过命运，敌不过一道圣旨。如果不能把身心交给他，我宁愿死。姐姐别哭了，现在圣旨还没下，如果你实在不想嫁靖王，我帮你想个办法。如果是别人，我也不会管了。唐竹云一口气把自己制药的准备、身染恶疾的事情说了。孟姐姐，我把药给你。孟雨兰呆呆地看着他，半晌后，她苦笑道：竹云，你真的太傻了，你把药给了我，你自己怎么办呢？总不能两个人同时身染重病，那任谁都会怀疑的。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。什么理由？这个我暂时不能告诉姐姐，但是我定然也能全身而退。他不是处子之身，这一条足够救命。可是，一旦我身染恶疾，就会成为父母的耻辱，拖累母亲，他已经很难了。姐姐，还有靖王啊！如果靖王反对这门婚事，和你是不是就没有关系了？孟玉兰呆呆地看着唐竹云，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他小小的脑袋里能有那么多主意。天马行空，不受拘束。让我想想，怎么才能让靖王退婚呢？孟玉兰看着他，竹云，你了解靖王吗？唐竹云无语，他了解个屁啊！不是很了解，但是他女儿之前不是身体不好吗？现在跟着我调养身体。就是昨日跟在你身边的小姑娘吧？对。看得出来，她很喜欢你。是啊，喜欢都是相互的嘛。就像我和姐姐，不也是一见如故吗？其实从年龄来说，我是姐姐，我今年都20岁了。但是我觉得你更像姐姐。很高兴能在最后认识你，竹云。这些呢，都是我喜欢之物，送给我喜欢之人，收下吧。还有，我也不是全无私心的，我有事求你。东西我不能收，你也不能死，但是有事你可以跟我说。刚才你来的时候，那个丫鬟叫绿竹，是我奶娘的女儿，和我一起长大的。她那里藏了我很多很多书信，你帮我收着，我怕在她那里会被发现，牵连了她。等有一日她回京了，帮我给她。她叫江北寒，武阳侯府世子。她回京那时，妹妹定要帮我告诉她，
我心里只有他，把我的那些书献给他，好让他知道，玉兰生是他的人，死亦是他的鬼。梦姐姐，不要不要，事情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呢，真的没有。你好好活着，再艰难都活着，才能有朝一日和自己喜欢的人再续前缘呢。唐竹云一时之间想不出什么办法，咬咬牙。梦姐姐，是靖王带我来的，要不咱们请他进来，开诚布公地说，你心有所属，问他怎么办。孟玉兰被他吓到，这件事怎么能问王爷怎么办呢？王爷没有做错什么呢？不是啊，我觉得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咱们诚实的和他说，否则死了2个对他也不好，不如和平解决，对不对？孟玉兰总觉得这件事情哪里好像不对劲，却被唐竹云唬住，说不出反驳的话。唐竹云请了靖王进来，说吧。孟玉兰叩首，艰难开口：盛名在外，其实不负，我配不上王爷。我也是。靖王冷笑：哼，你也知道自己声名在外。这话是对唐竹云说的。唐竹云想，好好一个男人，可惜长了一张嘴。既然不愿意，就去皇上面前拒婚。孟玉兰语塞。唐竹云想，要是男女平等，那自然就去了。王爷，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。唐竹云，你觉得本王挑过食吗？我操，你好意思啊？你堂堂一个亲王，竟然饥不择食。雷霆雨露都是君恩，甜不甜由不得人选。正当唐竹云把靖王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，就听他说：你们还有1年的时间，想要拒婚就凭借自己的本事了。唐竹云和孟玉兰都惊讶地看着靖王。到明年5月之前，皇上不会赐婚。为什么？他怎么就那么不信呢？孟玉兰却叩谢：多谢王爷。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，他就有了希望。在此之前，你们2个要么自己让皇上改变心意，要么就乖乖嫁入王府。如果敢做有损王府名声之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靖王的话字字千钧，夹着冰雪袭来。要不是看在他好歹给了1年缓刑，唐竹云啐他一脸。还不跟本王走？等等，今日的事情，孟姐姐怕是会被为难，先想想办法帮她度过这一关再说。本王让你走。他是个男人，有女人为了不嫁给他不惜投环自尽，他能忍受到现在，还提了1年之期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那么凶做什么？孟姐姐，这样你就说我名声不好，不想和我共侍一夫。妹妹快走吧，别惹王爷生气。我做的事情自己能圆过去，不会拖累妹妹的。唐明帆发现今天有2个大食盒，美滋滋的道：阿云呐，辛苦了，其实不用准备那么多。爹，这是你的，另外这个是让您带给靖王的。靖王？他没听错吧？昨天回来之后，女儿不是还信誓旦旦地说不想嫁给靖王吗？唐竹云看他神色就知道他误会了。没有爹，我没改变主意，只是不用了。靖王说他去找皇上，再拖1年不赐婚，感谢他吧。怎么能再拖1年呢？唐明帆觉得不太相信。散朝之后，唐明帆找靖王一起吃饭。靖王把饭菜都吃完，谢过唐明帆，又起身去见皇上。你外祖母去世了？靖王垂眸。你外祖母对你有抚育之恩，朕准了。多谢父皇。沉默片刻，皇上又道：你的王妃侧妃都是朕仔细考虑过，替你精挑细选的。虽然1年之后才能赐婚，但朕不希望再生变了。父皇，孟玉兰也就罢了，
然而儿臣实在不解，你把唐竹云赐给儿臣的原因。孟玉兰和唐竹云都不想嫁给他，然而他对唐竹云却似乎更生气，心中有一种似乎赌气的想法。你不想嫁，那我也不会勉强你。其实我见过他，在他刚进京的时候，只是他忘了。那时候唐竹云大着肚子在家里闹着要出门，何婆子和秀儿两个人都按不住他。唐伯欣甩了他一巴掌，他就躺在地上不起来。唐明帆在旁边老泪纵横。她怀孕了？唐伯欣那个儿子其实是他在乡下同别人生的儿子。可是那样，父皇为什么还要赐婚给儿臣？朕当时也很生气，想要赐死他。可是唐明帆父子苦苦哀求，朕回宫之后想想，还是气不过，怎么会有那样的女子？然后摔了几个茶杯。正在这时，洪恩大师来了。洪恩大师说，那女子只是少个契机，20岁之后就是另一番造化了。皇上将信将疑，后来就把这件事情忘到了脑后。你看，今年他恰好20岁，朕和你现在所见的他，和传闻之中是不是截然不同啊？朕现在呀，越发觉得洪恩大师深不可测呀。包括当年我和你母亲，他都说准了。原来还有这样的缘由在。如果不是因为他生过孩子，朕是打算把他赐给你做正妃的。唐明帆父子都是肱骨之臣呐。唐竹云现在脱胎换骨，而且不为别的，就是他保住了嫣然，朕对你娘也有了交代，不至于100年之后无颜去见他呀。让他给你做侧妃，希望他的好命能保佑你，保佑嫣然。朕也是个希望儿女平安顺遂的父亲呐。父皇，靖王撩起袍子跪下。父皇犬犬之心，儿臣敏感无内。起来吧，朕想起你娘啊，就控制不住。父皇，儿臣明白您的苦心，可是那唐如云到底生过别人的孩子？他能怎么说呢？唐如云很厌恶他，根本不想和他在一起。这时候汪福突然开了口。唐姑娘小时候在乡下长大，无人照顾，走了歧路也是可怜。王爷，老奴多嘴，一个侧妃之位，给嫣然姑娘找个好娘亲，值得了。皇上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：你这个老东西，难得你有管闲事儿的时候啊。你和朕老实说，是不是收了唐家的礼了？靖王也很震惊，汪福这种人精什么时候帮人说过话？哈哈哈，皇上您说笑了，奴才就是收谁的礼，也收不到唐大人的礼。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奴才私下掏腰包补贴御膳房，让他们给唐大人好好做早膳。您这般说，奴才真是比窦娥还冤呢。你个老东西，在朕面前还耍花枪，还不老实交代，为什么要帮唐竹云说话呀？真是什么心思都逃不过皇上火眼金睛。奴才确实有意帮唐姑娘说话，因为唐姑娘确实人美心善。我说你怎么今日变了？原来这是讨好了你夫人呢！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奴觉得皇上英明，慧眼如炬。唐竹云，不是本王不帮你，是你自己烂好心。就这样，靖王无功而返。
他也没放过唐竹云，把这件事情始末都告诉了他。唐竹云很无语。你在看什么？再看哪面墙适合我去撞一撞。既然是你自己作的，以后就给本王安分守己，别再让本王知道你和那些不干不净的人不清不楚。在你有本事退婚之前，你我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孟姐姐，你来了，快进来坐。孟玉兰和他寒暄几句，笑着。其实我今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。原来孟玉兰是要唐竹云帮忙给江北寒送东西。行啊，不就是出去找个人捎东西吗？孟玉兰对他千恩万谢。如果有那边的消息，你也告诉我。好。孟玉兰没有多待。现在家里对我管束很严，我今日说是来找你，这才放我出来。我得赶紧回去了。唐竹云送他出门，刚掀开帘子，侧身让孟玉兰先走，结果唐伯欣匆匆忙忙地跑进来，差点撞到了孟玉兰。唐伯欣愣住，随即面红耳赤的连声道歉。孟玉兰也没有想到会险些撞到外男身上，因此脸色也红扑扑的，行礼道：是我莽撞，唐大人恕罪。唐竹云扶住他，嗔怪道：啊，大哥怎么今日毛毛躁躁，突然跑回来啊？我忘带了一份公文，我先进去了，你去送送孟姑娘。唐竹云见他窘迫的样子，没好意思再逗他，等把孟玉兰送走后才问他：咦，大哥，你怎么知道她是孟姑娘？我还没介绍吧？唐伯欣支支吾吾的道：从前偶然间见过一两次。啊，好了，我很忙，先走了啊。说完，他拿着公文落荒而逃。用这么慌张吗？难道大哥暗恋孟姐姐吗？李林正在教嫣然识字，见唐竹云回来，两个小家伙迫不及待地冲过来帮他拎东西。唐竹云笑着：给你们买了点心，咱们洗手吃点心，不过不能吃太多啊，回头中午谁不好好吃饭，以后就不许吃点心了。两个孩子都答应，帮他归置好了东西，才洗手吃点心。吃着点心，门被敲响，秀儿一溜小跑去开门。过了一会儿，提进来一条足有7、8斤的猪肉，并2尾肥美的鲤鱼。姑娘，长志说他想来打打牙祭。唐竹云很是无语，如果不是看那猪肉肥瘦相间，正好他也想吃了红烧肉，他才不搭理呢。结果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靖王竟然也来了。王爷不知道什么是避嫌吗？本王知道，不像你目不识丁。唐竹云咬牙切齿，靖王却继续面无表情的道：你是我的人，不必避嫌，现在已经是晋王府家法管教范围了。本王觉得你再用这样眼神看着我，我有必要送2个教引嬷嬷来教你规矩。教引嬷嬷，那是拿着戒尺的容嬷嬷。唐竹云为了泄愤，在晋王的汤碗里抓了一把盐，齁死呀的。王爷，阿云，你们2个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呀？打情骂俏呢？唐竹云只恨没给他多撒一把盐。王爷，你太不厚道了，你还给我和阿云说情，我说你怎么管这些事儿？原来是你自己动了心思啊，试探我的。唐竹云非常想把那碗汤扣到晋王脑袋上，他住海边啊，管得这么宽。话说我老常到现在也没明白啊，你们俩什么时候勾搭上去的？滚，赶紧滚！我们是假的。既然是假的，更没有避嫌一说了。好，算你狠。唐竹云觉得吵架这件事情也得看发挥，他今天状态不好，他认，改天再战。晋王从唐府出去的时候心情很愉快，然而愉快不过3秒就被人拦住了。王爷，我晋王居高临下瞥了他一眼，阮安若瑟瑟发抖，
再也说不出话来。姑娘，奴婢刚才出去提水，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？你捡到银子了？比捡到银子还高兴呢。那你捡到了金子啊？姑娘，您这是钻到了钱眼里呀。奴婢呀，刚才看到阮安若在靖王面前吃瘪了。啊？怎么吃瘪的？唐竹云总算来了点兴趣。他的2个死敌对上，谁倒霉他都高兴。您是没看到，阮安若在王爷面前呢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奴婢呀，觉得他都快被吓尿裤子了。哦，唐竹云意兴阑珊，这也没什么实质性损伤不是？王爷好厉害，姑娘果然有眼光。以后等您嫁到王府，看谁还敢欺负您。我看靖王就敢。秀儿说不出话了。唐竹云哼哼着道：有本事去战场下退千军万马，吓唬女人算什么本事？哼！虽然他也暗爽，但是想让他说靖王的好话，做梦都别想。老太太，您找谁啊？这里是不是唐明帆的家？这个老妖婆怎么进京了？没错，就是那个从小虐待前身的祖母宋氏。还是从前那个蠢货，见了人也不知道行礼问好，连你祖母都不认识了吗？这是老天爷嫌他太闲，所以送来2个极品给他练手。我祖母在乡下，你这死老婆子竟然敢冒充我祖母！秀儿，还不罢官去！你爹呢？让你爹出来！小蹄子，竟然敢眼睁睁说瞎话，胆子越来越大了。这时候，外面车夫嚷嚷道：银子呢？不是说好进京以后给银子的吗？唐竹云一听，简直气炸了肺。没有，你直接把这2个女骗子扭送到衙门去。吵吵闹闹了好一番，何婆子已经偷偷去告诉了唐明帆，后者匆匆赶回家。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宋氏指着唐竹云：这小蹄子不认我，你打他，你给我狠狠地教训他。娘，这中间呢，肯定有误会。阿云呐，多年没见到您，这认不出来也正常啊。正常个屁！老娘养他到15，他还敢说认不出我来？哼，原来还真是那个苛刻我银子，逼得我走投无路的祖母。唐明帆给他使了个眼色。阿云，你少说2句，你不是不舒服吗？还不进去休息？哼，让他过来给我磕头谢罪，要不我就去告御状，说你不孝。唐竹云简直都要气笑了，指着东边道：去，现在就去，让我爹被罢官，饿死你那些蛀虫一样的儿孙。阿云，你别以为你现在是晋王侧妃，就能对祖母不敬啊。唐竹云无语，宋氏却被惊住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什么王妃？谁是王妃呢？晋王侧妃在此，你该给我行礼。不过看在你辈分高的份上，就免了。好险好险，如果没有这个身份，他今日真的要被老妖婆按在地上摩擦了。爹，好样的！宋氏十分震惊，因此都没有继续闹妖，被唐明帆连哄带骗的迎进了正屋。姐姐，我好害怕，那个坏老婆子太可怕了。不怕，还有姐姐在呢。再说你怕什么？你是你父王的女儿。凛凛握紧小拳头道：我讨厌他，我讨厌他。你放心，他要是暂住一段时间，咱们怎么都能忍。但是他要是想住下来，姑姑绝对不会让他如意的。你们2个乖乖的在屋里等着，不许出门。我去偷偷听听他想做什么。唐竹云弯着腰，溜着墙角蹲下，听着窗户里传出来的声音。哎呦，我不放心你们爷几个呢，该娶的不娶，该嫁的不嫁，这府里呢就缺个主事人。你当我愿意千里迢迢吃这样的苦头，我还不是放不下你。我把翠儿带来，是觉得这孩子哪儿都好，打算让薄星娶了她。唐竹云心里骂娘，
非常想挠花这老妖婆的脸。娘，以后的事情啊，以后再说。您这一路辛苦了，先好好休息休息。娘啊，我衙门还有事儿，先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阿云呐，拿80两银子给车夫，先把车夫打发了。唐明帆出来又找唐竹云，后者已经站直了身体，高贵冷艳。阿云呐，打发了再说，爹知道你委屈，千万别和祖母正面对上，有什么事情啊，都等爹回来再说啊。他好脾气地哄着女儿，唐竹云就是想迁怒也于心不忍。他咬咬牙答应。唐竹云知道这笔银子非出不可。送走唐明帆，咬牙出了银子之后，把大门摔得震天响。小蹄子，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纪，还要看你的脸色？活了这么大把年纪，你也不给我一个回家奔丧的机会。哎呦，我的命好苦呐！好容易把儿子拉扯长大，有了出息，本来以为要享福了。唐竹云挖挖耳朵，似笑非笑的道：你可以声音再大点啊，隔壁就是王府，让人听到去弹劾我爹，把他头上这顶破帽子丢了最好，省得他天天吃苦受累，我还心疼呢。宋氏声音几乎是立刻就小了，用恶毒的语言咒骂唐竹云。当年的事，你跟我提当年的事。人血馒头好吃吗？前身把自己第一次卖的银子还都被宋氏拿走了，他还敢提？小蹄子，你惹恼了我，我就去告诉王爷你当年的丑事，让你做不成什么侧妃。去啊，现在就去。一家子欺君之罪，诛九族，有那么多人给我陪葬，我不怕死。不，王爷那么喜欢我，到时候说不定留我一命，我去法场上给您老人家送行。宋氏气得差点晕过去。晚上，唐竹云带着2个孩子睡觉，发现2人都不睡。怎么了？姑姑，我饿。姐姐，我也饿。从宋氏进门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决定了，绝不会主动去做饭伺候老太婆。所以今晚的饭是何婆子做的，一家人吃的都皱眉。哼，吃了些什么破东西，还不如乡下呢。京城什么都贵，祖母若是补贴些，就有肉吃了。宋氏开始骂人，骂唐明帆没有良心，自己母亲都不给肉腥什么。娘啊，您来的匆忙，没有来得及准备。阿云呐，明日你去买块肉来，单独做给祖母吃。银子？家里的银子都给了车夫啊，不够，我还借了秀儿2两呢。现在就剩下几串钱，萝卜青菜撑到您下次发钱都不容易了。我这里还有几两碎银子，给你。唐竹云不客气地接了。他带着2个孩子吃过早饭，出去买东西。这家里从前太没有规矩了，什么好的不应该先紧着长辈来，果然就需要个当家人。唐竹云简直要气炸肺，不行，他一定要尽快把这2个人撵走。琳琳，带着嫣然去一趟衙门，告诉祖父今晚有红烧肉吃，请今晚也来吃。嫣然特别高兴，这是姐姐第一次主动请父王吃饭呢。唐竹云去找宋氏，手一伸就是要银子。你做什么？给买菜钱，王爷说了今晚要来看我，自然要留下吃饭。晚上来看你，这是什么规矩？怎么，祖母还想给王爷定定规矩？王爷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，祖母要是不想给买菜的银子也直说，我还懒得张罗呢。回头王爷怪罪下来，谁惹的事情谁担着。宋氏气了个仰倒，到底给了他2串银钱出去买菜。他喊我去吃饭。靖王听到这个消息，第一反应是不相信。是啊，父王，你没事就早点来，姐姐给您做红烧肉吃。靖王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了。唐大人，王爷还没走啊？等你一起。唐姑娘说今日做了红烧肉，请我过去吃饭。唐明帆听了只想拍大腿，借力打力，这好主意他怎么没想到呢？王爷这边请啊。
晋王心里直觉有事，但是又不知道是什么。本来想从唐明帆这里试探一下，现在看起来也没用，只能硬着头皮跟去。王爷，礼不可废嘛，别这样，祖母今日在呢。晋王无语，他哪样了？你给本王好好说话，舌头捋直了。王爷啊，人家特意给你做的红烧肉，再不吃就凉了。宋氏一直在门缝后面偷偷看着，见两人真的亲密，心里不由得多出几分忌惮。哎呦，原来是我大孙女婿来了！放肆！早就忍无可忍，但是因为忌惮唐竹云战斗力，不敢吭声的宋景阳终于找到了机会。宋氏到底乡下人，被吓了一大跳，瑟缩着不敢出声了。王爷，祖母是乡下人，您就别拿那些规矩约束他老人家了。难不成真要长嘴一摆下吗？王爷，您看我面子嘛。晋王要是还看不透这局，就算白活了。他今天来哪里是干犯人，他就是个工具人。指不定唐竹云现在心里还得意洋洋地想着，关门放王爷。给你面子，否则我现在想扇你100巴掌。果然有奸情，这小蹄子果然是个妖艳贱货，把王爷都迷得头晕眼花的。王爷不要嘛！这饭王爷不想吃了。唐竹云也不傻，感受到男人熊熊燃烧的火气，忙道：嫣然，父王来了，还不快出来！小样儿，还搞不定你？他这叫挟嫣然以令王爷，聪明如他。王爷多谢了，明日再来。适可而止，再有下次，严惩不贷。王爷放心，一次就够了。你也就是一次性的王爷，再见了您喽。明天想要这个好待遇，我还不伺候呢。晋王从他脸上生动的表情中读出了这些心里话，气得拂袖而去。宋氏知道嫣然是晋王的女儿后，更加不敢造次，私下和宋翠儿道：你呢，得好好学学，这京城的规矩就是不一样，别瑟瑟缩缩的，笨手笨脚，一看就是乡下人。又说成亲之前把女儿送给未婚的娘子养，这事乡下真没有。表姐在吗？宋翠儿的声音在门外响起。在，进来吧。孩子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你有话直说。我觉得王爷挺好的。宋竹云心想，挺好？哪里好？哪里好？还可以吧。我听说嫁给王爷需要带陪嫁丫鬟吧？表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是秀儿吗？一个够了吗？不够你来凑啊。别说，唐竹云还真从宋翠儿脸上看出这么几分意思。干得好啊，姑娘，有眼光，一眼就看上晋王那个尿得远的。确实不太够，可是家里穷，买不来丫鬟。哎呀，我也就和你说，一个好年纪的丫鬟要几十两银子呢。那表姐，你觉得我行不行？我肯定听话，不和你争宠。哎呀，不行的，表妹。你看王爷对我挺好的，但是实际上脾气可大了，他一瞪眼呢，我都哆嗦。其实我看出来了，那天吃饭的时候，王爷对你吹胡子瞪眼的。但是我觉得王爷这样才有男人气概。唐竹云想，送你2条小皮鞭，拿着去找晋王去。你也这么想的啊？其实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真的，我哥哪里比得上王爷啊？我哥一个月10几两俸禄，王爷一个月是1200两，你知道吗？宋翠儿张大了嘴巴。啊，那王爷一天得杀1只鸡吧？大姐啊，说鸡不说八，文明你我他。你这样说让我忍不住多想啊。王爷每天都在自宫，那不够吃啊。唐竹云憋笑憋得浑身发抖。我的老天爷，那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表姐，你去享福带着我吧，我保证好好听你的话，真的，我可听话了，我还能干。
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啊。表姐，你是怕我争宠是不是啊？这样吧，你要是实在想，就问问王爷，王爷答应，我带谁都是带，行不行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是宋大哥吧？咱们还是本家呢。说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找王爷。你找王爷干什么？宋翠儿也不太高兴了。我找王爷，你这人怎么总拦着我又不找你？王爷，我是来问问您，您介意不介意我表姐多个陪嫁丫头？不是换一个，是多一个，您看成吗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帮表姐问问。你那个好表姐又说什么了？表姐说你答应她，她就带我去王府。她还说什么了？靖王身侧的手紧握成拳，合脚轻轻跳动。快去把唐主任抓来打一顿吧！不打这事儿真的太不爷们儿了，什么歪瓜裂枣都要塞来，寒碜谁呢？表姐说王府每天都杀鸡。靖王做了个手势，让宋景阳把他打发走。片刻后，宋景阳回来摩拳擦掌。王爷，咱们现在就去找唐珠云算账吧。哼，不着急，让他好好休息，咱们明日去。不过宗祖母什么时候走？我讨厌他。姐姐，我也很不喜欢他，他总是欺负你。没事，让他再住几天。姐姐，要不你搬到父王那里去住吧，他害怕父王。不行，姑姑不会嫁给你父王的。嫣然都要哭了。你别怕，我姑姑不嫁人，等你长大了嫁给我，就和姑姑是一家人了。好小子啊，有前途。王爷怎么来了？今天不用上朝吗？李明和嫣然却冲了上去，一左一右抱住了靖王的大腿。王爷，我想骑马。父王，我也想骑马。去吧，宋景阳带着侍卫在外面，还有我新得的几匹好马，你们自己去挑一挑。王爷，我也能去吗？不可以。父王，你让姐姐一起去吗？我和他有话要说，你们先去。听说大人有事要说，嫣然懂事的跟着李明一起出了门。还等着我请你进去？哼，家里没人了，王爷直说吧，您今日想干什么？闲来无事，关心一下侧妃。来人！唐竹元立刻瞪大眼睛看向靖王，这厮竟然真的带了教引嬷嬷来。老奴见过王爷，见过唐姑娘。容嬷嬷免礼。唐竹元差点咬掉自己舌头。嬷嬷，您贵姓啊？老奴娘家姓容。容嬷嬷，您带针了吗？老奴荷包里带了。唐竹元想，原来电视剧里不是骗人的。容嬷嬷是教你读书认字的嬷嬷，以后要好好学，不要给王府和本王丢脸。那你竟然是个女先生啊！那就请容嬷嬷多多指教了。容嬷嬷，本王把她交给你了，你现在就代表本王教导她。